欢迎来到腾讯视频自制的轻熟龄恋爱观察类真人秀《半熟恋人》第4季。超开心的，又一次跟大家见面了啊！我是谢楠，然后今天我们观察室也有很多新朋友和老朋友，我们欢迎杜素娟老师，欢迎徐艺洋，谢谢，张纯烨、唐艺昕，还有我们的延安，欢迎大家。哎，虽然隔了1季没见啊，但是还是一直在关注大家的动态的。刚才纯烨就说了，那个星星很好 Q， 非常好 Q， 给一个开头，他自己会往下跳2个小节，2个八拍。有看到吗？就是《甄嬛传》晚会的时候，我有刷到过，是不是？是啥？那个标志动作是什么来着？没有什么标志动作。它就是映射了齐国人在里面心慌的那一段，对，然后把那个动作融入进去了，然后就大力。就很好玩，很搞笑。你练那个唱跳有练很久吗？也没有，还好，其实也没有很难。主要是天生就这些律动很简单呐。今年的身体的肢体不一样了。唐艺昕自从练完唱跳之后，整个人打开了。还有很多惊喜没发现而已。你会不会今天整季都是这样？你要小心我会晕船。不是，是这样的，现在你是不慌了，我现在心里很慌。2位新朋友，我们聊一下吧。刚才问了那个延安有没有关注《半熟恋人》，延安说还专门做了功课，有特别关注的哪一对 CP 吗？罗拉。第一季的。哇，你翻得好早。没有，我就迅速温习了一遍嘛。因为毕竟最近工作稳上来了。哎呀。哇，为什么我的左右两边这2位是鹰勇卧龙凤雏的感觉？这边正是你知道天生的，那边是工作稳上了。罗拉他们比较吸引你的是什么？我觉得是他们不是一开始可能就看对眼了，是到后面跟有不同的朋友啊，然后他们接触了之后，发现好像彼此才是最适合的。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是蛮有意思的。所以如果你磕恋综，你最喜欢磕这种有点拉扯的过程。对，起码我们观众看到觉得说好玩，他们自己亲身体验过，肯定会觉得更有意思。就是在感情的漩涡当中的那种感觉。对，跟你演的宋汉像吗？那不能像吧？那可不能像一点儿。我在那个紫己人当中还是有一定地位的。您今天穿的这个紫色就是，当然了，紫是很巧思，我自己都没想到。那紫己人讲一讲啦。因为紫己人我在2个非常大型的场合都在现场直磕了这一对。哇哦！因为我很磕剧里面的他们，然后很多的细节，因为2世嘛，就是故事情节的推进，就会特别喜欢这对。然后现实当中他就有点羞涩和腼腆，你知道，这就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张力。好磕。你在现场里面有没有比我们磕的可以有更多细节和信息的？其实我们在那个工作当中，我的戏和他们俩同时在的其实并不多，但是也有，就比如说我的那个哥哥嫂子他们结婚的时候，大婚的时候，因为我哥小林他是一个非常的 I， 那他的 I 体现在不是说你是说小林本人是吗？对，小林本人，就是生活当中啊，他会跟你聊，但是他很容易把天聊死，就3句以内。但是他和我嫂子呢，就是可以非常的对戏里的嫂子叫的好自然，特别顺口，喜欢，还没有感觉呢。我戏里叫的是嫂嫂。他们在现场是特别欢乐的，他们很有默契，就是他们可以一直唠，话不落地的那种，对，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就像您刚刚说的，就是有一个巨大的反差。对，那你本人是浪漫的吗？我本人我觉得还可以，因为我比较喜欢注重一些细节上的东西，比如可能在车上看到外面的风景啊什么的，然后看到之后会给我带来情绪。你会分享给你在意的人，或者是只是说那个当下我自己觉得浪漫就好？我会记录下来。我听你想分享，我想马上难忘的要来了，结果没了。一个人的浪漫也是浪漫，但你到底会怎么做吗？会分享？我会记录下来啊，记录下来，有时候我自己会品味啊，然后我可能也会发出来。就是我觉得这个是贯穿我们生活的，就是浪漫这件事情，它不是一定是针对某一个人或者怎么样。我觉得首先我先取悦自己吧。你会收藏这些小的幸福的小瞬间。对，
问一下易阳，你之前看半熟的时候，就最喜欢看哪一种 CP 的感觉？我其实跟严老师一样。怎么了，徐老师？我就是说，也是那个巴啦啦能量，对，一定要有一点点拉扯，迂回，对，然后最好这个时候再出现另一个人，哇，然后在两边权衡了一下，然后发现真爱这样一个，然后就哗，对，干柴烈火。那上一季有看吗？桥段就很精彩。我给你隆重推荐一下，有个叫《美梦降临》的 CP， 你可以单看他们拍那个照片的那个 cut， 成了吗？我跟你讲，成了，一直到现在。关键是你先看一下那一段非常嘶哈，有这个词怎么样？你逐渐也抽象了起来。微微一阵也很好看。就你刚刚说的那种什么3个人啊选择啊，最终选择一个就是这一对，就很多这样的。那是已经2对了，你们安利看我们这个强烈的安利王。而且他们就是王震和陈小薇这一对有一个非常浪漫的灯塔跑，就是明明节目组在拍他们，突然间就说我们把他们甩掉吧，走啊！然后2个人就拉着手跑到了海边尽头的灯塔。那这个就很浪漫呀，是不是？而且好会啊，很多意料之外的。拍电视剧呢。对，就这种感觉。但是你也很浪漫呀，你在我们看起来，对啊。多久了你们在一起？怎么在一起？满打满算也3年了，就是3年的时间，我们可能有2年零8个月，甚至10个月的时间，我们都待在一起，就每一天都会见面。然后他工作我会陪他，然后像这次他就一起就来了。哦，哇！像他来了之后，我就会觉得好像也不像工作了，出来度个蜜月。是。我们这一季啊，其实有一个口号叫做“人生海海恰逢其爱”，就是这个8个字。不知道就是根据自己的这样的生活的经历啊，你们会怎么去理解这8个字？我理解的就是，咱们结合着爱情来谈啊，我们往往会给爱情设一个线，觉得你在多少岁的时候你应该遇到爱情，会有一点点急迫感，就是在我们的海的一生当中，其实爱情随时都可以发生，20多岁可以发生，30多岁也会很美好，所以这是这个节目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意义。我有个小小的比喻啊，就是路人给我们带来一份热闹。那么爱人他会让我们心里面开花，所以很多时候在10几岁、20多岁，如果假如没有遇到相爱的人，不妨再耐心一点点，到30多岁的时候，可能那个有缘的人就会经过你的窗前，然后让你感觉心里面有光，然后心里面会开花。所以人生的每个阶段，我们都可以期待爱情，等待爱情，不只说等到30加，如果30加没有等到，其实我们可以等待一生。其实，在我们节目里面，好多对 CP 都是在印证这句话，就茫茫人海当中，他们没有办法遇到，但是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就是那个恰逢其爱那个恰字，就那么恰好。对，包括比如微微一阵他们俩，对，也是完全没有想到说，就在这样的一个世界当中，他们2个人会遇见，灵魂上会这么契合。是的，而且我觉得正是他们之前的那些经历，造就了他现在的这个样子。刚好在这个时候能够遇到一个合适的人。如果是巧薇的20岁遇到王震的，也许就错过了。肯定对，也许就2人其实就没有那些经历，就可能2人现在3观或者想法都不一致，也许就不可能在一起。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需要缘分的一件事情，而且是需要运气的，就是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那么运气那么好，能够遇到爱。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因为首先就是要学会爱自己，就是你爱自己，你做好了这个准备，爱你的人自然就会出现。我喜欢这8个字当中的逢，在我看来，这个阶段的逢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100分阅读理解。但是是发自内心，我觉得这个阶段的那个相遇来说是更深入的。我其实能够想象到那种状态，就是可能我之前是根本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或者是我对这件事情有点害怕，但是因为这个人出现之后，我觉得好像我也可以接受。对，你期待那样一个人吗？我期待啊，我觉得爱情它也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嘛。包括我们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复盘自己之前的经历也好，过去也好，我觉得是不管删除之前任何一个瞬间，它都不是现在的这个自己。是的。
所以就是之前的每个瞬间，我都觉得是很珍贵的。我觉得所谓人生海海，恰逢其爱，不见得这个爱就是要奔向一个特定的结果，而就是在那个瞬间，我碰到了这个爱，感受了那个爱，我感受了它，我勇敢的愿意去抓住它，愿意为它付出一些，即使我自己在燃烧，那个时候其实我也是特别灿烂，然后特别幸运的一件事情。对，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特定的爱情的小时钟，这个时钟不一定是跟别人的节奏是一样的。但是你就顺其自然，顺着你的爱情的小闹钟，然后等到跟你有缘的那个人，我觉得这个叫恰逢其爱。对，阴阳，你觉得那是哪一个时刻就让你觉得哇，恰好了？非常的神奇，都没有想过我会30岁以前结婚。对，但是就是很顺其自然，而且其实我以前有点恐婚的。如果说我再早2年有这样一个人说想要跟我结婚的人出现，可能我就不会就是迈出这一步，对，我就会担心的事情会很多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正好就是可能今年这个时间段，或者是认识这个人之后，我慢慢的心里就是建设起来之后，我觉得其实也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而且反而非常的稳定有安全感。这样，朋友们，我们来解答一些具体的问题。接下来我们要玩一个游戏，叫做“重生之我在半熟当嘉宾”。也就是说，在这个部分当中，大家都不是现在坐在观察室的我们了，我们要带入到半熟小屋当中去。你就是当中的一个人，然后你会碰到我这个面前题卡当中面临的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你会怎么做？但是是要带入里边那个人物的性格吧？你把你自己现在当成是在半熟小屋里的人，你重生了，重生了祺贵人。那我是祺贵人还是里面的角色啊？你是唐艺昕自己，但是你现在来到了半熟，你碰到了这样的问题。好的，好吗？然后游戏的规则是这样子的。比如说，先杜老师，先蒙上眼睛，然后我就从剩下人当中点选，我说是他吗？是他吗？杜老师可以随便选择说是或者是不是，但是当杜老师选择说是他，那个人就要来抽题回答来问题，好不好？明白。好，那我们就从杜老师开始吧。我拿本本把眼遮上，好吧？哎呀，太严谨了，老师。对，好，开始。好，来，杜老师，是他吗？不是。是他吗？不是。是他吗？是。谁呀？是我。杜老师对我们新朋友真好，徐阳。谢谢杜老，你们是不是有什么暗号？会，那是不是也会指到自己呀？会啊，会。来，我好好奇哦，随便抽，随便抽一张，对，来展示。我还没看哦，我没看明白，你念一下吧。我念一下。约会期间你会创造什么意外，让你们感情升温，产生火花？完了，太难了。我寻思，我约会期间我都不敢跟人家可能多说话，就是会很紧张，所以就是我带入进去的话，我只会准备个小礼物，哎，会不会太？如果送到新趴上，那也是好礼物。就是我会想很多，我会害怕说这个东西他不喜欢，因为约会期间的话，可能还不是特别的了解嘛。所以我送礼物，我可能就是2个人出去的时候，他给我的同时，我说，哎，我给你也准备了，就这样。如果他没给你呢？他没给我，我就给他嘛。那你怎么开口呢？就我今天给你带了个礼物，就是会很平淡，因为我很担心就是自己的一些期待落空嘛。比如说我给他准备了个惊喜，万一他看的时候他不惊喜，我就会很担心。但是如果足够了解这个人之后，我就会根据就是那个人的喜好或者是他的一些习惯，去准备一些惊喜，这样。那你目前准备下来的惊喜里面，黄子韬都稳稳的接住了吗？那个情绪给到了吗？还可以，因为我的话其实也没有送过什么礼物，就剪过2支视频，就是我们之间的视频。那很用心啊。对，他很感动，但是他没有在我面前落泪。他背过身落泪了？没有，我不知道。他跟我说他是落泪了，我也不知道，反正在我面前没有表现出来。他拍了个视频，说媳妇儿我哭了。他反正表达，我也就信了嘛。对，但是我觉得揣摩对方的心意，准备礼物的那个过程，其实本身就是很用心的一个过程了。每个人的表达方式不一样嘛，有的大胆一点，对吧？直接一点，有的含蓄一些。好，我们下一题来吧。那有可能还会抽到我是吗？接下来是你来指人了。我来，那你不会指我本人吧？
不好说，不好说。来，好，请闭眼。好，易阳，是他吗？是，耶！干脆利落。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易阳这一把第一个就会说是。对，有点迫不及待的感觉。你抽2个吧，要不然啊？没有，都给我吧。来，好，我们听一下延安的男低音。当你因工作原因错过与他的约会，你会如何弥补？您会如何弥补？我会如何弥补呢？再给自己争取思考的时间。你发生过这事儿没有？有过，因为肯定是约会会约好嘛，然后后面可能因为临时的变动，那我肯定首先是真诚的表示一个抱歉。其实他最想回答的一个问题，可能就是为什么这个优先级在我之上？可能气也气这个东西。对，但是我觉得2个人陪伴彼此也好，我一起走下去也好，其实是一个过程。为什么这个时候我的工作也好，或者是我这一次有临时的变动，为什么优先级比他高？我觉得每一次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都要去表达，尊重对方，才可以2个人走得更远，而不是到后面就像我们说的走向亲情之后，好像什么事情是理所应当的，就其实不是。那比如说你就是这次工作错过了，下次约会见面了，你会怎么跟他来说你这个歉意呢？先送礼物。我肯定就是嬉皮笑脸的呀，我。就是嬉皮笑脸就很好啊，就是不用那么正经嘛，毕竟是亲密关系。然后最主要就是那个理由能说服我。我们经常看就是偶像剧的时候，看弹幕就会说太好了，这个男主角长嘴了。我觉得延安就是属于这种，就是碰到矛盾，不糊弄，不拖，我把它清清楚楚的讲明白给你听。对，因为我是喜欢表达比较多的，尤其是在亲密关系里边因为我觉得成长到现在，我是觉得没有谁他能够完全理解你的，对，他不能时时刻刻知道你的想法是什么，所以我觉得是要时时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感受也好，情绪也好，这样我们才能这个关系更稳固，或者是更亲密。好，那我们接下来下一道题，那就延安来指人吧。我蒙住，是他吗？不是，是他吗？是。完美。我这成功率是不是有点太高了？哇塞，不太重样的。心流，可以。挑一个，来吧，心流。敲门邀约环节，当你不来电的嘉宾邀约你，你会如何高情商的拒绝？很难哎，这个还好不是我抽的。你要大喘一口气，呼。高情商拒绝。我记得巧薇那次就是因为不好意思拒绝，结果弄得自己很难受。王志任是吧？对，还哭了，巧薇哭了，如果是我觉得我应该不是巧薇的那种，就是会不好意思拒绝。我也觉得是。我觉得我们忽略那个高情商，就是从本人出发吧，你会怎么做？对，哎，我可不可以跟他说，我已经有约了？但是你不笃定有没有人约你哦，那就算了呗，反正这不是我喜欢的呀。如果我喜欢那个没来约我，那也无所谓吧。就很直接了。对，我可能就说我说我已经有约了，那个人已经先来找我了，他也不知道嘛。那万一后面的环节他发现你并没有约，那没关系啊，我觉得成年人的体面就在这儿。对，他看到最后我没有被约，那他也知道他是被拒绝，但是不是我直接告诉他的，他心里就明白了。这样大家都有个体面在。对，很好。对，因为我如果不喜欢，我肯定是明确拒绝的那种，不会接受的，我宁愿没有。好，很好。好厉害啊！好酷。来吧，糖糖你来选。好，我闭眼哈。请问糖糖是他吗？是。太是了。你怎么不指他呀？我也不知道，我今天这手是神了吗？你们为什么都跟我这么心有灵犀？哎呀，我以为你一开始就指纯叶呢。你这样，你抽一个，再分给纯叶一个。好，那我抽2个，这是为什么呢？送你一个。来，赔一个，你赔一个，赔一个，走一个。你先想让我想想啊。
好吧，当你看到心仪的嘉宾与他的约会对象回到小屋后，你会做什么让他感知到你的醋意？啊，我想起那个桥段，林毅跟那个小马，对对对，他们当时就表现得很明显，对。想要一个毯子，这里也没，真是一句话不说。哎，他们帮忙拿。你今天去哪里玩啊？别吧！啊，在那个沙发那儿问话，另外一个不接。所以就重生了。唐艺昕唰掉落到了那个场景当中。我觉得看当时我跟他处于什么关系状态？对对对，那就是很明确的，你们俩绑定了那种。绑定了，明显他给你表达过说他喜欢我，对，但他可能也是被动的被别人约出去了。被动约出去了。对，但是你可能也不快乐，你不舒服，你怎么办？去厨房倒一杯醋，然后递给他说：“渴了吗？”非常的刻意。但是这个里面是不是有点小俏皮在？就是我错了，可爱的，我错了。我不知道哎，我可能就跟他说：“哎，回来了。”然后要回来了。我应该不会这样说的，我应该不会这样。你是回来了，说哟，回来了，是甄嬛小主的那个晚会看的。会私下聊是吗？对，我表面上一定不会表现出来。而且我觉得，如果说我俩已经比较就确定关系的话，他一定能够感知到，而且我觉得他应该主动来找我。然后我们再聊一下。因为我们前面如果也没有吵架或怎么样，如果他觉得好像就当没发生一样，他不认为我会介意这个事情，那我就看错他了。我觉得这点特别好，因为你当着很多朋友的面去表达这个醋意的时候，你那个边界感其实就消失了。对对对，我还是会比较理智的。好，来我们陈烨。当你发现你与情敌都给他做了早餐，你会如何凸显自己的特别？这是什么问题？哎，之前已经追过那个能能他们那个，应该知道早餐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必备技能，兵家必争之地。还你这俩荷包蛋。尤里克是帮你做的。我看出来了，3个蛋。你会做早餐吗？我觉得我做早餐做饭这一块儿，我觉得是非常碾压级别的。那万一对方也很会做啊？对方是个厨师呢？像那个罗拉那种，罗拉那种呢？哇，罗拉！冰山难度啊，属于是。不是，我会把那个形式感造满。不是，最关键，我觉得我可能还会跟我喜欢的男孩说，我会把内容可能告诉他，让他直接的知道哪一个。你这小表情，你代入了呀？对啊，那肯定的，多少是有点。你没有醋意啊，我来醋意，我可有醋意了。蛋炒饭里我都是酸的，你那跟我倒杯醋有什么区别？我就会直接告诉他，我是那种很直接的，愿意告诉他的人。然后可能夹杂着自己一点心思，比如说那个小便当盒子的那个有小菜单的那个是我的啊，我形式感很满，不要小看我。厨师，你怎么不知道我其实副业是厨师？徐阳突然发现说，哦，我学习的对象就在我的隔壁啊。是的。我们回到就是半熟这个年龄阶段，其实很多人会面对，比如说生活方式的转变、人际关系的变动、工作的变动等等等等。但其实所有这一切外在的因素都会影响我们和感情之间的这种关系，它到底占我们多少比重？我们碰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去取舍？就是我觉得人是可以做到对这几个都同样的去。就是你的态度就是成年人既要又要，既要又要还要。我觉得事实上生活的现实就是这样，因为感情它是不经意出现的，它不受你的控制，它突然它可能跟你原本的人生轨迹的东西，它会发生很大的不一样，当然也可能是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挺现实的。那他如果提出来说，就是我希望你替我看顾好大后方。然后我去打拼的话，在什么情况下你会答应？什么情况下你我觉得这个可能最开始的时候得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就是我也想自我实现，就我尊重你的同时，其实我也渴望得到的是对方用同样的标准来尊重我。
因为是共同要奔向同一个未来嘛。对对对，答案是尊重为最大的前提。我们经常碰到了，因为工作的关系，两个人分开很久。像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们会怎么讨论说去处理这样爱情跟工作之间的关系？分开很久，我觉得我们从在一起就是常态，因为两个演员必定是要经常分开的。而我会觉得就是说，每个阶段是不一样的，就是我觉得每个人自己都要想明白自己当下什么是对你来说最重要的，然后会有一个选择。我觉得没有平衡这一说。我觉得最好的状态就是在生活当中去释放工作的压力，然后在工作当中去暂时逃离生活的琐碎吧。我觉得就是两边你都能够做到一个享受的状态。妍安，你谈过恋爱吗？谈过恋爱。那你谈恋爱的时候，是会有一些属于自己的那种保鲜的小秘诀或者小仪式感？对我来说，保鲜的秘诀就是经常抱抱、拥抱。肢体太重要了，肢体接触非常重要。我在接触你的时候，我觉得是在充电，能够有安全感，我觉得安心。就是可能有时候不需要讲那么多话，或者是表达那么多啊，可能只是见面，然后拥抱，我就觉得已经好像自己已经回血了那种感觉。是说的真好，都好像很有经验的样子。其实爱情保鲜这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说的自我建设、自我生长。你把自己建设好了，你能够成为一个航空母舰，你的爱情有地方降落。如果自己没有建设好，我把我牺牲掉了，可能你的爱情就是空中楼阁。就是一个不断的在生长过程当中的人，你的吸引力每天都会有变化。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变成一本让对方读不完的书，然后一棵不断在生长的树。那这样的话，爱情关系是从本质上就是保持心意了。那杜老师，我们之前也讨论过一个问题，就是长久的关系里面，您觉得爱情会变成亲情吗？爱情一定会变成亲情的。爱情变成亲情，它不是个坏事。亲情最好的地方是哪里啊？就是安全、稳固、互相支持、资源分享。这几点如果进入到爱情当中，我们的爱情会变得非常的安全。它和其他的亲密关系都不一样，我们有很多资源重叠，所以爱情变成亲情是安全度升级了，连结度也升级了，挺好的。但是为什么我们爱情变成亲情以后，好多就走进死胡同了？因为我们对亲情的理解是有错误的。因为我们往往会用那种亲子关系之间的亲情来理解爱情变成亲情以后的亲情。其实在爱情构成的亲密关系当中，我们不可以过度奉献，当然也不可以过度开采。其实亲情也不应该肆无忌惮，就算对你的父母、对你的孩子，都应该是平等独立的对待，而且也应该是有边界感的。对对，我特别同意。对，任何关系都是。然后两个相爱的人，就算我们获得了亲情的安全感和稳固感，但是也意味着说我需要在他面前要经营一些美感。就我每次接到金哥发来的自拍照片，都是从这个角度拍的，一点不夸张。在你们没有聊到今天这个话题之前，我还在跟他想说，我说你能不能发一点你好看的照片给我？形象是需要经营的，好吗？你看我找到论据了，这是极大的自信。他相信无论他从哪个角度拍了丑照，他在你心目当中都是美的。杜老师，你是娘家人不？对啊，他可能觉得那样很可爱呀。对，这是高度信任。那你会给他发很美的照片吗？我都这样，我都这样，我俩拍照片一个这样一个这样。男生很多都不会太在乎这些。对，我们在爱情关系当中还是要注意一下，要注意美，对，要注意美，对，尽量不要像那个金哥一样从不同角度，因为那是要在我确信我在对方心目当中是牢不可破的美，他坚信这一点，所以我给你发丑照没关系。好，我们经过这一些小小的问题之后呢，也算是一个短暂的热身。那也欢迎所有的朋友关注《半熟恋人》第4季。30+的我们，还能寻回爱情最初的赤诚吗？告别了对完美爱情的幻想，换来的是现实与压力。
工作与前途，稳定与体面。当爱情褪去滤镜，我们是否还相信真心可抵岁月漫长？我是骆俊帆，今年30岁。工作充斥了我大部分的时间，生活里面70%、80%全是工作。我就是在拿时间在换钱，已经丧失了好好生活的能力。工作消磨了大多数的激情，有段时间没有心动的感觉了。我叫苏永豪，今年35岁，来自香港。我是一个过程论的人，过程比结果会更重要。我这个人最热衷的就是去体验、去尝试这个世界不同的面向。我叫胡允婷，英文名字是 Callum。我觉得我跟水有着特别的缘分。不管我搬到哪里，只要能待在水边，我就觉得特别的治愈。我觉得我的个性也有点像水，水是柔和包容的，水其实也是可以很多变的。虽然我表面平静，但内心汹涌。我叫张晨曦，今年40岁，是一个计算机科学博士，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我很多时候是温和的，但实际上我的内心里比较倔强，比较有自己的棱角。感情不是 AI， 靠计算推理就能得出结果的。我更期待爱情到来的时候，我们对视的时候温度升高的这个瞬间。我相信爱情。即便是在我到了40岁这样的年龄，我仍然非常坚持地认为，结婚一定是为了爱情。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我不想2选1。对我来说，爱情跟工作肯定是爱情比较重要。爱情是一个承诺，一个责任。我内心是非常非常相信爱情。首先，伴侣的爱情是要抛开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可以抛下工作，可以解决异地，可以解决异国，我们能够在一起。对我来说，爱情是一个必需品。就我心里面的爱情是2个人一起去面对全世界。有爱的人终会遇见。这一次重回都市，在现实世界的沉浮中，从相爱到敢爱的求索中，无关理智，为爱入局。灵魂有趣，自在相遇。本节目由年轻人都在玩的 Soul APP 独家冠名播出。全球美妆健康好物，上屈臣氏小程序。感谢健康的美，美的健康的屈臣氏联合赞助播出。欢迎朋友们来到腾讯视频自制的轻熟龄恋爱观察类真人秀《半熟恋人》第4季。哇，看到朋友们都兴奋起来了，嗨起来了。对，嗨起来，很高兴又一次跟大家在《半熟恋人》见面了。我是谢楠。上一季我们的故事呢是在非常浪漫的海岛上面发生的，那这一季将重新回到熟悉而又忙碌的城市当中。不知道在这一季当中，我们的半熟男女们，他们有没有准备好向着自己走过来的那个他呢？那当然，今天在观察室跟我们一起见证美好瞬间的还有5位小伙伴。我们欢迎以文学之眼洞察爱情真谛，用细腻内心探索情感深度的杜素娟老师。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恋爱技能超满分，刚刚步入人生新阶段的徐艺瑶。大家好，谢谢。甜蜜解读，气氛拉满，细节推理绝不手软。我们的资深科学家张纯叶，纯叶。我们的糖分鉴定官半熟所困唐艺昕，我们也要欢迎另一位新朋友，陪你疯陪你闹，离开了他谁还陪你笑的主包大人延安，欢迎。谢谢。
然后我们来问一下易阳，易阳怎么刚才听到那个恋爱技能全满分，好像有点要反驳的意思？是的，就是说从哪儿看出来的呢？我在想，那你对自己怎么定义呢？你在恋爱中的能力就是不稳定，就是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的，可能根据两个人的一些相处方式，然后怎么舒服怎么来。也问问大家吧，这一季想要看到什么样的爱情？我希望看到认知上擦出火花的 CP 啊，我们一般把它叫做 soul mate。soul mate 哦，因为节目的话，其实时间就是很短嘛。这短的话，如果过于细水长流，我也会非常的着急。就是留着留着，稍微来那么一下，突然湍急一下，是吧？还是需要有一点点拉扯，哪怕是有一点点矛盾，是可以促进两个人更快速的发展的。我特别同意，我也想看到那个就是不用特别丝滑的，有一些曲折的。糖糖呢？就是节目组还是挺用心的，就找这些嘉宾，然后都还是做了很多的调查和他们的喜好什么，我觉得匹配度应该蛮高的。所以我期望这一季全部都成。是我们美好的一个愿望，对不对？对。我其实是想就是看到那种很冲动的两个人。年轻的时候很容易闯祸，那可能随着年龄增长，随着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其实这个闯的祸可能越来越少。哦不，只可能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吗？对。那当我没说。不是祸闯的多，只是闯祸的人变老了。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赶快来见证一下这一季半熟男女的第一次见面。朋友们，接下来就赶快走进这场寻爱之旅吧。When I met you in the summer, didn't think that I would be my lover. Who knew we'd fit so good with one another, like perfect puzzle pieces found each other. When the skies turn to gray and I start to feel blue, you send me one simple text and I feel so brand new. Can't believe这次见面，4位男士全部蒙着眼睛，女士可以向他们提出问题进行交流。交流过之后呢，就可以把手机卡交给其中的某一位。但是其实遮掉眼睛、遮掉了面部很重要的信息，不过想象的空间蛮大的。你们好，我是夏梦婷。哦，夏你好，夏你好。你好。对于男生来说，我们看不见女生外表的样子嘛，先感知到的是她的声音和她这个谈吐，就是兴奋、新奇、好奇。你是也要蒙眼睛还是不？我没有，我能看到你们。嗨，我是夏梦婷，今年30岁。活着和生活是2回事嘛。人生短短3万天，我想把我这张体验卡用好。我想问你们几个问题。好啊。你现在想要把你的工作和生活分一个百分比，几比几？我觉得最好是能5比5，5比5。我觉得可能5比5是比较合理的。比重的话，可能是6吧，这生活6。目前我的人生阶段，我可能会觉得建立好自己的事业是蛮重要的，所以目前7会是工作，3会是剩下别的。那你现在呢？
你在那工作间生活的几%呢？我可能是2比8。2比8。哇！哇哦！工作是2，生活是8。没有，这挺好的。挺好的。然后，你觉得你和哪一种小动物比较像？为什么？因为我自己特别喜欢猫，所以我会觉得自己跟猫很像。我也喜欢猫，就是一开始可能给人感觉不太容易接近啊，但是可能熟了以后，反而像狗的一些属性会多一些。你知道小熊猫吗？我知道。我可能外面看起来是一个比较沉稳的人，但是内在其实又会有很幼稚的时候，相似地方在这里面。我觉得可能我会像企鹅吧，印象中他们会对他另一半或是他的朋友特别的好，然后我觉得这比较像我嘛。企鹅，好喜欢这个发音，企鹅。企鹅还是狗？企鹅，企鹅。企鹅，企鹅。好了。我把我的糖果给他，是因为雨宁他除了自己像个企鹅，想表达自己的专一吧。我觉得表达动物这个阶段，胡允婷可能他加分了。我觉得也有可能是第一印象，因为她能看见嘛，女孩。我其实没有去想这个4个女生进来，然后我们可能就有一定的竞争了。我在刻意的让自己表达出我好像很风轻云淡，但其实内心又特别想要他手上的糖果，有那么一点点那种雄劲的感觉就起来了。这就开始雄劲了，哎呦喂！就是要这样燃起来。大女主啊，这是。我是任嘉碧，今年32岁。我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一个人，超级较真。对一个可能非常细的细节，我就会揪住它不放，会站在一个理性思考的角度去指导我的一个行为。哇，这女孩气质太飒了，有审视感。Hello， 你好 ，Hello， 你好。比较意外的场面啊。怎么称呼你啊？叫我窝窝就好了。窝窝。对，窝窝。窝窝。我先听一下怎么称呼你们吧。哦，你好，我叫骆俊帆。等一下，有没有什么比较方便我记忆的？就是像窝窝一样这样的名字，不然我可能会突然记不得，很复杂。那你就叫可以叫帆帆，随意。好，帆帆。现起小名儿。我张晨曦。叫什么？这个。那就晨也行。晨那你呢？我叫苏永浩，可以叫我 John。我觉得你好像可能是福建的男孩子，或者是哪里的？没有，多说几句话都听出我不是普通话很好的地方。好，那一位呢？我是胡允婷，可以叫我小胡啊，或者可以叫我英文名字 Callum。好，那我觉得问一个大一点的，
对于自己人生未来要去达成的一个方向或者是计划是什么样子的？感情的相处过程中，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生气啦、发脾气啦这样子？你们会比较看重什么类的事情，或者你们最在意的什么事情？有点像是考试。好难回答这些的，是有点像面试。对对，对我来说要短时间内抓取最有效的信息，所以我就抛出了严肃的问题。一个来。1号。我其实比较喜欢两个人在一块儿会很随意，就是比较宽容的做自己，不用说你特意要，掩饰。哦，这是我的点吧。他提问的时候，其实会有那种你被考核的感觉，你要把你的答案答得比较好。他问的问题，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譬如说，需要稳重的对象，心里要清晰，然后情商要高的这些点，我也是觉得非常的重要。那你呢？如果要说一点的话，我觉得是我比较看重两个人互相很懂对方。对我来说，反而是两个人互相信任，而且不轻易放弃才是最重要。对，认同对方的想法，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如果你迟迟没有认同他，两个人在一起是很痛苦。随随便便说做分手或者放弃，我觉得把爱情看得太轻了。哦，这个还蛮好的，当面批卷儿，这还蛮好的。好难受。他应该会选他，是吧？陆永浩，嘴角压不住了。我就会觉得他呈现出来一个状态是一个非常开放式的，然后友好接纳式的，会让我有一种确定性的感觉。第一个没给到你，第二个没给到你，但突然那一刻就觉得还是会有落差感。我叫周伟莹，今年33岁。快乐能给我带来源源不断的力量。谈恋爱这件事情来说的话，我一定是需要一见钟情的感觉。好甜。Hello， 大家好。Hello， 你好，你好。好的，请大家伸出你们的手。就是展示你们的手掌。哇哦，是怎么了？他要看有没有糖啊？真的吗？不要把糖给我看啊！他是不知道。就是把没有糖那个手伸出来，然后我们玩一个掰手指的游戏。跟我的答案是相反的话，就请你灭掉一根手指。哦，玩游戏。我们想的太复杂了，哎，这个轻松一些。好，伸出你们的手。第一个问题是，你们爱吃葱吗？爱吃的人请灭掉一根手指。可爱耶！你根据吃来选对象，但我觉得他这个方式很好哎。然后爱吃香菜嘛，吃的也请灭掉一根手指。提问就是我只是吃，但没有到爱的地步，这种是掰还是不掰？那可以接受。
吃不吃辣，不吃的话也请你灭掉一根手指。然后爱不爱吃甜食，不爱的话也请你灭掉一根手指。然后喜不喜欢旅游，不喜欢的话也请你灭掉一根手指。好，请2根手指的先放下你们的手，谢谢。好惨啊，因为香菜还有葱，真没机会了。那我大致了解了，请大家把手放下吧。然后啊，你竟然不喜欢出去旅游？就一般吧，我就不是不喜欢，就是，我没有理解到旅游的快乐可能在什么地方。明白，但是如果说你的另一半提出需求，想邀请你去哪里跟他一起探险也好，度假也好，你会是欣然的接受，还是说就是勉强答应，只是为了配合？啊，那我是欣然接受的，因为我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不想，是我现在有点不太习惯，比如说一个人出去，或者一个人做很多事情。明白。所以我自己是兴不起来念头，说我自己去那边看一看吧。那我觉得这样其实听上去也还行哎，就是你并没有抗拒这件事情。是，但是你不要逼我吃辣就行。因为吃完之后，我可能就得找一个厕所非常多的地方。然后你刚才有一个点其实蛮戳我的，就是因为我也是一个很需要跟人交流的人，然后很需要陪伴的人，所以那我想问一下，你是个感性的人还是理性的人？我其实觉得我是个感性的人。那您是个感性的人还是理性的人？我超级感性，我是那种看就是短视频都会哭的人。明白。那如果2个人都很感性的话，这个场面还蛮难控制，就万一一个落泪，另外一个落泪怎么办？哦，那不会，那不会。就是感性的话，更多其实是你被情况影响吧，情绪还是比较稳定的。我觉得2个感性的人也挺好的，至少你会比如说半夜的时候说，哎，要不我们现在出去哪里看一看吧？好啊。哦，戳我。First I want love, then I want nothing to do with it. Like looking at my mirror. Tell me why you see me. Now that I found you, gotta come correct with my energy. Asking you, can you tell me? 然后你们有什么问题想问我的吗？你的名字叫什么？哦，没有自我介绍吗？有点尴尬。我叫郑维颖，你们可以叫我咔咔。咔咔。请伸出你的手，小洛同志。骆俊帆开心了，他好直接哦，他都记住他姓什么。小洛同志，一看就是比较敢于表达的那种。我就感觉那一刻好像被人救赎了，有种解脱感，放松了。我是梁田，今年35岁。我这么好的女孩，我为啥不能谈个恋爱呢？在自己的生命当中，要有恋爱，那个状态才更完美。是那个梁田，主持人那个梁田吗？对。啊，他怎么来了？Hello，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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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我们先说我们名字好不好？您先来。我叫骆俊帆。俊帆。对，俊帆。骆俊帆。
张晨曦，早晨的晨，溪水的溪。俊帆晨曦。我叫苏永豪。永豪。对，我叫胡允婷。胡允婷。允婷是。永豪。对。晨曦。可以可以。俊帆。哦，你好厉害！值得掌声。给你鼓一下掌。我到现在都没记全。我也没有。你们好，我叫梁田。梁田。对，梁山伯的梁，田野的田。你好，你好，你好，你好。那就直接我来问大家问题，对不对？来，用3个词形容一下自己的性格。复杂、温和、好奇、细腻、真实。和简单。简单。随性，然后开朗，活泼吧。都好会答哦！我的妈呀，让我说我都不知道说什么。是的。我有点重复，我觉得是随性、细腻还有温和吧。你是做总结是吧？我感觉就是有那种，前面每一个人的我都有。那你会做饭吗？哦，基本的会。最拿手的菜是什么？最拿手应该是牛肉面。那个肉是外面买的还是你自己做的？自己炖的。OK。牛不是我养的。牛不是你养的。怎么蹦出去这样的话？太搞笑了。问永豪一个问题：如果你女朋友跟你一起吃小龙虾的时候，不小心把油溅到了你新买的衣服上，你会怎么办？我说跟他说没事，小龙虾要紧，先吃。小龙虾要紧。对，这衣服脏了不会去洗比较好，反正你当下也解决不了。可以，加分。你们上一次说谎是什么时候？上一次说谎在什么时候啊？不会就是刚刚吧？刚才。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刚刚。我刚刚说午餐不吃会不饿，可是其实蛮饿的。他好可爱哦！你怎么这么搞笑啊？挺饿的。其实我也是，我现在好饿。啊，给他。哦。哇哦。永豪收到2个糖，窝窝也是给的永豪。对。All the doubters, to those who don't believe, this is the hour, scale all of the walls we built to hold us. Baby, invisible. 他没有。对，张晨曦。啊？哦天哪！
通过刚刚的送糖果，女生们完成了自己的心意选择。现在请为选择的男生解开蒙眼的丝带。这个时候男生应该也紧张吧，也不知道这个落下来之后女生是什么样的。现在有选的一样的，有选的一样的。Oh my god！ 我这一刻有点紧张。要不你来？走吧。第一眼要是 crash 到了就是他了，就是要那个。我会对骆俊帆有一些小期待。我会比较期待永豪的长相，我觉得他应该也是很有想法的一个男生，他可能会有更多的惊喜吧。扼住他的喉咙。哇，第一个回眸。你好，你好。蒙眼感觉特别好，我很久没有这么认真听别人说话了。那有听到我浓浓的鼻音吗？感冒了是吧？嗯。我也是。我也看到你在那边咳嗽。最近这个天气。啊，对对，确实。有没有人管？有一哥们儿还蒙着眼睛呢。对啊。哥们儿说：“那我走。”那怎么办？没事没事，先赢不算赢，万一我们晨曦特别有内秀呢？我帮你解好不好？我们两个一人拿一边。你们都我帮你解好不好？我帮你解好不好？好心人。哦，他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就这样。这么没有仪式感啊！咱们想一个帅气的姿势，帅翻全场。我自己，哎呀，多好看呀！就是。Hello。哦 ，Hello。哦，最热烈掌声给到你。对，绑挺紧的，把我们都勒出痕来。对呀，好紧呐，太实诚了。还有那种成熟的魅力。对，很明显比其他3个弟弟要成熟。所以，现在就场面有点干，可能跟刚才蒙眼又是另外一个状态。对。其实我觉得眼睛真的很重要，就是因为他们摘下来之后，我觉得就跟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最让我意外的是允婷的眼睛。我其实看其他的五官是看不出来他是。对，是的。他应该是有混血在，对不对？是混血。混血有。没有，他鼻子好高，他的脸好小，他口音还蛮就是 ABC 那种。长得好好啊。是的，我觉得永豪的长相，我大概他没摘眼罩，我也能猜得出来。啊。你的家乡要么就是香港，要么就是澳门，我在猜。是完全没错。我发现你的判断力很准。我猜您就是工作的地方应该是跟父母在一个城市。
啊，对，是的。太厉害了，这是怎么猜出来的？那你呢？东北人，对吧？明显吧，好像都有一种。您辽宁的？我也是辽宁的。哦，是吗？辽宁含量超级高呀。你猜都是辽宁人对。啊？是的。我也真的。但其实他真的不太像我印象里的东北男生。一般见我第一面觉得我不像东北男生，但是相处久了还是能发现性格里很多东西很像。所以你是混哪的？我是中英混血。英国。可是我其实也是在香港长大。我也是，因为我是香港出生，所以在香港长大。对，你们两个口音其实很像。哎，好像有信息了。哦，男生有信息了，还是有信息了？我们有吗？我们没有。请各位拆开压在齐玉玲下的信封，并朗读出来。是要找出来吗？哦，这个是吧？请男生选择一位自己心仪的女生，将蒙眼的丝带系在她的手腕上，并与她开启一场1小时的现实约会。哇，好快呀，进展！哇塞，聊天儿，就先聊天。哦。刚才这一轮信息量太大了，一上来8个人同时出现，你们可以感受一下，表达一下，就是自己对于刚才这个出场当中哪一位或者哪几位印象比较深。女孩的话，郑维颖，就是我觉得她很开朗，她的表情就是给人第一印象的话很容易接触。对。男生的话，那就当然是胡允婷，第一印象外貌的话，就说话有一种呆萌的感觉。企鹅，对，还有牛不是我养的，都是他。对。我特别理解易阳说咔咔，因为你知道咔咔来之前，窝窝就我们女霸总那感觉啊，对，反差。他进来以后问的都是比较大的问题，但是咔咔一进来之后，先问的是你们爱吃什么菜，就是这种啊，是非常非常生活向的东西，包括他那个交流的状态，就会让人觉得你很容易被他抓到他的那个聊天气场里面去。对，他跟其他女孩的表达方式都小乐同学，你打开你的手，就告诉你我要把这个糖给你了，我现在对你有好，就是第一面，我觉得这种特别快乐。还有条啊，很活泼，很开朗，挺惊讶的吧？很惊讶。对，我以为只是长得像，结果没想到就是。看来咱们这个节目多么有吸引力呀！对，我对几个人印象深刻的，他都有个共性，就是男的是帆帆，女的是窝窝。我也是觉得这个窝窝我印象挺深刻的，主要是我比较看重感觉，窝窝给人感觉就是姐姐中的姐姐，姐中之姐是不是？对，姐中之姐，非常的姐。杜老师刚才这一轮看下来，对哪几位印象比较深？我对那个夏梦婷印象很深，她上来说了一句话就深得我心。她说我用好我这一张人生体验卡啊，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到我这个岁数，大家就知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而已，很多得失啊，包括很多都不需要计较。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问你是什么动物？你们印象比较深的是哪几个人的回答？企鹅，企鹅，企鹅是没有想到，企鹅很乖乖的。对，因为其他人用动物形容自己的时候，就只是单纯的形容了，只有他在回答企鹅的时候，还讲了我会对另外一半，就对我好的人，我会很好。他有一个反向的这样的一个输出。所以我会觉得他这个答案在我这儿是加分的，包括他说什么啊牛不是我养的这种，你会觉得他思维有一些很可爱的，就是挺跳跃的地方。对，哎，如果你们让动物形容自己，你们怎么形容？蜥蜴啊。蜥蜴，觉得长得像，哎，有一点。谢谢。是那种好看的蜥蜴。好的，谢谢。不是那个，就是两边会有扇子的那种，是吧？是好看的蜥蜴，帅帅的蜥蜴。他刚才说蜥蜴，我吓一跳，因为我会觉得我自己性格就很像手工。
你们说的手工是什么？对，因为我家养豹纹手工啊，就是我跟他很像点就在于说，平时我特别爱一个人待着啊，然后自己一个人可以待得很好，但是你比如说你人类要来跟我玩了。我也能跟你互动一下，他很热情，他的互动很有限，他不可能像猫跟狗一样，而且因为人的体温对他太高了，对，所以他也不能长时间在你身上待着，可是每天可以短暂的出来跟他玩一下，然后他很小，但是他如果警惕性高了，他会把四肢这样立起来，然后整个一个很警戒的状态，但是他跟你熟了之后，他就会放松，他这个警戒度没有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啊，我跟你已经熟悉了。我喜欢你们这种动物的走向，一点不走寻常路，一点不走寻常路，来你来，我不知道。你得像个皮卡丘什么之类的，你得镇得住这个场子了，我跟你说，接得住的，喷火龙、妙蛙种子，要搬出《山海经》来了。我就是《山海经》，我跟你讲，我真的说《山海经》里面，《山海经》里面有一个异兽叫做鳐鱼，它是一个鱼，但是它长了翅膀，飞的，对，可飞。我在爱情里的性格，你能从我的语言表达，你知道，就是为了爱可以就是上天入海的那种，就是为了它可以很热烈，但同时就这个异兽有一个很重要的，它就是个守护型的异兽，所以我的那种在爱里的那种守护别人的感觉是非常非常重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鳐鱼真的非常贴合我在爱情这个亲密关系里的形象，炙热、守护。我想起来，我之前养过一只博美，然后有人说我像博美，但是我感觉好像性格也可能只是想夸你美。古灵精怪有了，对，古灵精怪，我觉得但是说这个可能也没有那么的活泼，就是。来，我们问问杜老师吧。像我觉得我现在回头想，我20多岁的时候，我特别就是像一只小哈巴狗，就是对自己的评价很低，然后摇着个小尾巴，然后想讨好身边的人，讨好这个世界，有点小舔狗的意思，面对别人就对自己的评价挺低的，也不太有自我，随着年龄到了40多岁以后，自己有没有做到不知道，但是我心目当中，无论在亲密关系或者是在各种人际关系当中，我觉得我最心仪的动物是马。就是我可以和你并肩往前奔跑，我可以跟你一样有速度，而且我也可以负重，但是我自己有自己很独立的一个奔跑的能力，我也可以把束缚我的东西有踢开的能力。而且如果这片草原我不想待了，我不会留恋。我会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个世界上一定有属于我的那片草原。但这个很晚，到现在回头去想，这就是个成长的过程吧。好，那我们要继续要接着看了。刚才留了一个特别大的悬念给大家，就是他们要开始现场选择跟哪一位女生开始最初的接触了。来，朋友们一起来看他们的约会吧。请男生选择一位自己心仪的女生，将蒙眼的丝带系在她的手腕上，并与她开启一场1小时的现实约会。那我先来。帆帆很果断呢，帆帆很主动，他直接就第一个起来，挺好。卡卡，我以为他会是那种假小子的那种感觉，反差感很大，而且他做的很端庄，听起来他是比较干练，但打开来之后，感觉他是很温柔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外形跟我想的也差距非常非常非常大。这给你，这给你，喜欢那个手，喜欢那个手，就这里嘛。OK，绑的不仅好看啊，这个没什么悬念啊。梁田，你不要吃瓜了，你那磕什么？谢谢。谢谢，谢谢。她长得特别的温婉，就很有那种江南水乡女子那种外表。
这个允婷可以给谁呢？夏夏她跟别的女生，我觉得都有点不一样。她也是蛮安静的，良田觉得她比较活泼，然后健谈，比较愿意去分享很多的事情。帮你的手上。谢谢。哎呦！因为我觉得我们性格都很像，就是是个 I 人，这方面的相似度，我会想要更加去理解他的性格啊。我来啊。他选谁？选了窝窝是不是？哦，可以2个男生选1个女生，可以。谢谢，不客气。她是一个很得体的女生，而且情商也很高。好，那我了。比较难的是那个永豪，我没有想到，我收到了2颗糖。波的话，是我喜欢那种比较安静、比较稳定的那种女生，聊天比较爽快，比较随性，跟她聊天很舒服，没有压力。感觉也是窝窝。其实晨曦也在紧张，他怎么选？你借一下你的手吗 ？OK， 我就随便绑一个吗？可以的，你绑个死扣也行，一会儿解开，一会儿剪开。那绑这么细？你随便。谢谢。那这样就刚好每一个女生对，因为第一次见嘛，对不对？对的，跟谁都是可以多了解一下。是的，是的，是的。开始了是吗？那开始吧，走吧。好的，走吧。那我走喽。带你吃饭去了。哦，吃饭去了，太好了。你好高哦。谢谢你给我糖。谢谢你给我鸡蛋。缘分悄悄开始了。Just me in a lonely city, in the middle of the noisy streets, never ending. When I saw you out there, something about you felt familiar, like I've met you before. Feels like you and I were meant to go so high. When you took me by surprise, can't believe it. Sadness wanted this. All my perfect dreams of real. 这个不是那个 SO 的奇遇林吗？啊，是哦。感谢SO APP 的奇遇林给我们带来今天的奇遇，要不我们上SO发的瞬间吧 ？OK， 来吧。这样拍。可以，就拍刚刚那个树。我俩看半天。发布喽。OK。好嘞，可以了。OK。
Hello， 外面还有别人在吗？还没，就我们3个。我们在参观。哇哦，这边很漂亮，布置的还挺温馨的。这小场景和小氛围打造的，哇！我每次都觉得像是那种梦中小屋一样，很田园感。回家有这么地方很松弛，会让人觉得。这个东西可以。哎，这玩意儿我老喜欢玩的这个。还有健身区，有的是做了，反正。你们是一起到的吗？没有，谁我先到？来的，我最先来的。哇哦！冰箱里有吃的。懂我。冰箱里有吃的，有吃的。我替你看了一下，可多了。要不先给你找一瓶水？对啊，找点水吧。哦，这里有水。微波炉下面，常温的水。我要不都拿出来吧，待会儿大家来。对，然后大家就喝一个。你渴了要喝哦。哎，这玩意儿是不是水啊？我不知道啊。我觉得是的。是吧？哎，又来了一个。Hello。Since I brought you a song, got me feeling like each day I can take my pick. Hello。先生你好，你好。帮他一下吧。谢谢。那我们就集齐了，挺和谐的，大家一起，很棒。哎，手机响了，大家在客厅集合，开始选房。就可以上楼了，应该是。所以这个是，人家是男女的，没有分开。哦，混住，就是一层里面2男2女。哦，Easy to let it go. So 昨天晚上跟杨田聊天的那个氛围很舒服，很自在。江无烧是个红酒。我看着什么东西？就是2个人很随性的做自己。我们3两个大小孩。哎呀呀！所以这样子是我最理想的那种聊天的状态吧。整个约会过程是挺舒服的。谢谢。他心还是挺细的，感知能力很强的人。昨天的1个小时的约会里面，我们2个聊的是比较好的，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欧某兄弟。但是这更像是朋友之间的交流。我们虽然不冷场，但我们基本上好像情感层面会谈的比较少。这次的小小约会，本来我会觉得可能会有一些小尴尬，但其实还好。欧某兄弟，这个还不错，你尝一口。这个吗？但是呢，也没有冒出所谓的粉红泡泡。我会觉得他是那种确实是慢热，有自己的精神世界。女校校长。跟夏夏出去约会的时候，我们2个挨的话，多少还是有点安静的。我比较慢熟。我会希望有更主动、更硬一点的人，可以让我们话题更多。你们看过房间了吗？没看过，都没看过，都没看过房间。对，那不是盲选吗？来，可以。好。
条儿先选。Reality is caving in. Insanity's the only thing that keeps me sane. 这辆 A8 的车钥匙我就拿走了，各位没有意见吧？A8 挺好的，这个系列。你看他有在接他的梗，对对，他一直在关注他。Maybe I'm bad, maybe I'm good, maybe it's all just in my blood. 哟，被抢了，傻了，住隔壁了。他怎么不快点去拿呢？2天，他非常健谈，蛮有我的，就希望说之后有更多的机会跟他去认识。有，你看，乱了。1、2、1，下一位。You're the only one that can call me on. I'm a free animal, free animal. 哦，他住在咔咔旁边了。邻居你好。对 ，Hello。当我知道周永豪他是我邻居的时候，我其实还蛮兴奋的，小窃喜。Baby, you're bad for me, like drugs in my veins. 我他其实我昨天也会有增加一些好感的，所以我也很愿意跟他多深入的了解一下。Birds can't fly, and I'm losing my mind. They run through me like bad drugs. Oh, oh, oh. 谢谢，感谢大家，谢谢。被抢了，暗潮涌动的感觉。Girl, your anatomy is pulling me closer. Medusa, my enemy, yeah. 哎，最后是我的。Look at you and I'm gone. Feel like I'm starting to freeze. 没关系嘛，多了解一下，也不是一下就说死了。哎，这才哪跟哪儿，都多了解。我先帮他们拿行李吧。就拎那个自己房间边上那个。对，就帮邻居拿呗。你这个小箱子，你猜是什么？乐器嘛，笛子。有一些失控。你先放旁边吧。试一下，这玩意儿能开，你又拿错了。你自己拿上来了，我还要在后面找你呢。哦，没事，他们那个一路帮我弄了。这个是你的对吧？是的，你 B3是你哦，好的邻居。好邻居。邻居如果晚上互动声太大的话，请不要告诉我。不可能。拜拜。拜。夏曦啊，你先坐。你有带卫生巾吗？这里就有。是护舒宝液体卫生巾啊，我一直在用这个，已经是老粉了。前几天量大，只有它才 hold 得住，吸收力很牛。还有散热安睡裤，你也拿去用吧。用完可以去微信确认是小程序下单，再囤点，30分钟就送到了，挺快的。哦，好，谢谢。哎，这里也可以出去。对，我也想看。这个房子真的很有趣。对，我很喜欢这个房子。还能再上去？对，上面是天台吧。很有意思哎。嗯。除了冷了点。我觉得现在还好。
还好有太阳还可以，这2天也还可以。我喜欢户外的地方。我也是要晒晒太阳啦。对对对。但是说是这样说，我每次出去晒太阳的时候都是戴好脸基尼的，对，要挡着。对，没事，反正是感受那个气氛。最佳观赏位。要不去看一下？可以去看吗？要来看看吗？好，大大。哦，这样看夕阳好好看。哦，我看到了。对，这样看好好看。我妈呀，这里有一种Titanic的感觉。我好久没去过郊外了。这个算吧。肯定是。那里有个大烟囱哎。我觉得这更有氛围感。耶！哎，这个能踩过去。小心啊，小心绊倒。好多。好好看，而且能看到夕阳。我觉得这个看着就很浪漫。我可以在这边待一整天，就拿个吃的上来就可以了。其实眼罩摘下来之后，我就是对苏永豪还挺有好感，因为当下你什么都不了解的时候，就是外貌嘛。哦，那我的确比较吃这款颜。你这里等一下要照一下镜子，可能要弄一下，有一些污渍在这里。对。等一下去照一下镜子。走吧，我们回客厅吧。走吧，走吧。我想看一眼有什么菜。你会做吗？会一点。你每天早上几点起来呀？睡到自然醒。我还想说，如果你会的话，我是不是可以蹭到早餐？那你想得美。你们每天早上大概几点起来？我一般是下午吧。好吧，我算了一下我上班的时间，我大概6点半要从这里出发。哇，太难了吧？我也差不多。哦，你每天要5点钟起来。我尽量6点起吧，然后6点半出发，然后9点要到。8点半。8点半到。Yes。所以明天你过去之后就别回来了吧。行，那我们要不先分配一下今天的晚饭？对。你会做饭吗？我要也能吃，反正就是好不好吃另说。是这样的，我能炒2个，但是我的菜里没有葱和香菜。可以。做一个尖椒五花肉，然后做一个牛肉炒洋葱炒那个彩椒，然后再做一个番茄排骨汤。哦，好的好的。我对卡卡的印象不错的，因为他是马上举手说，那我就煮吧，我能煮什么，我尝试煮一下。他愿意去尝试，我觉得这个事情很好，很棒。卡卡一看就是那种，很能张罗事儿，然后很开朗，大大方方的那种。我洗菜，我洗碗，好不好？我可以切，我可以一起切。很棒。我可以给大家做个拌菜。然后你的拌菜需要什么？拌菜需要这个和一点点彩椒。OK， 切开就可以了。那我切这个。不然他没有贡献，先抢先赢。这么拿刀，一看就不会做饭。你是要飞谁？你的腰是什么形状？块状、丝状都可以。好。你们都能吃辣吗？这你剔下来的。哦哇。还好。你去拿一个碗，你把它们搞起来。我想找沙拉碗。有啊，我帮你。哎呦，他俩昨天就是互选，对。我说沙拉碗，沙拉碗，
，Oh my god， 哦，这个，哦，哎呀，哦，哎呀，你一下子帮我拿到了最重要的东西。这个吧，可以，会太少了，有点少，是有点少，我找一下。要不我们要用这个去翻？大家不知道要不要用这个？没事。大厨，这样的会太长吗？还是要细一点？干嘛呢？你要再细一点。可以，很好。你不要再细了，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再细一刀。好 ，OK。谢谢。不愧是经典的继围区大道的环节。要不来一个？哦，他是给 OK 甜甜姐。哦，这样穿手。好，第8套广播体操现在开始。尴尬了，你才这样。啊，对对。绑个死结。好，来。这么紧哇！这个围裙就是收腰。我简直是个天才，太厉害了！哦，好吃哦！我调的，贼地。番茄皮要去掉的。旁边点灯真的蛮漂亮的。哦，真的耶，灯亮了，好漂亮啊！真好看，外面可好看了，真的很好看。真的，好想去那边看。就河对岸吗？对，对面两个小房子。有去过吗？没去，我来的时候我是不知道怎么过河。我被你杀唬了，以为你都跑过一遍了。杨田跟永豪，我们两个的互动就是比较密集，性格就是两个一点的人可以话题更多，这是非常正常的。就是如果我放不开，没办法。麻烦你，快开！这个要洗一洗，这个2个肉。要打蛋？对，用蛋清。用蛋清啊？对。哦，他还蛮会做菜的啊。他会，但是他现在主打一个辅助感觉。哎，男生会厨艺在你这儿加分啊？加分的，上大分。比较嫩一点，好吃一点。反正只要用够味了，肯定不难吃。辛苦了，你这个。这个工具好专业，天哪！把它改一下。哎，你鲜美一点好不好？等一下不好吃是你的问题。肯定好吃。天哪！有敲我。好期待哦，真的很爱吃蒸笼。希望煮的好吃。我帮你拌一个生温水吧，好，把那个汁给收一下。谢谢。所以平常煮饭多吗？完全不煮。那你煮饭很会啊。这个不能颠勺。那我也颠不来啊。
撸铁的话要再加一点这个重量，可能才颠得动。为了颠少嘛，这种。哎，然后就一直在撸这个，撸这一边。对，拿着哑铃这样子。哎呀，挺聊得来啊。他说对他有好感是吧？嗯。你要尝一下吗？我不怀疑，肯定是好。太会了。你吃有肉吗？吃。我方便问你吗？可以。啊，酸鱼汤。哎呀。哦，这个好吃。可以吗？可以，很香。我觉得这个辣椒刚刚好。香香。喂，小静，救命啊！三木，下吧，下吧，来。永豪有跟我一起做一些料理，然后很绅士的会上来帮我的忙，这一点非常好。他们俩还不错啊。哦。那我叫他们吃饭了。好，差不多。这个鱼我可以拿出来。辛苦了，辛苦了，你这个。辛苦是辛苦，但是是开心的。吃饭喽，走吃饭了。好香哦！哇，真的好香，好香啊！刚刚一直在这边，感觉没那么大，出去再回来就被攻击。主要还是运动完之后很累，很饿。好，小心，小心。哇哦！好，可以了。可以帮我挪一下，哇，好棒！什么东西？闭眼夸呀，都没看到什么东西，先夸一波。条件反射了。是不是菜还没盘？我的手机。你们既然这样，那我只能这样了。你们，来人呢？齐了吗？还缺一个。开饭喽！我来了，耶！来，3、2、1，3、2、1，咔嚓 ，OK 啦。我先收，那边还有一点点。对，还剩一点点。我先把那个倒出来。是，都拿出来。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有规则吗？有规则啊？做我们还要讲究吗？不知道，随便做吧，好不好？看看你们想怎么做，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坐边边上，我就这儿。那我就坐这里。开饭。哇，辛苦了大家今天。来吧，那我们得就这么做吧。哎呦，你要坐哪？你坐这还是坐那儿？这可以吗？可以。开吃了。开吃。不够咸的话，自己再加一点，因为我出手比较淡。没有，很广东啊。真的吗？我尝一下。Call me chef。交流都挺可爱的，蛮好吃的。我的天，这真的是我最近吃的最丰盛的一顿饭了。我也是。牛肉有点老了。那个放在那个烤箱里边，刚刚是可以的，所以不是你问题，是烤箱问题。啊，太清淡了。谢谢你有把我解围。这个我觉得还可以。这个最好吃。这个还可以。你有想吃什么吗？那个鱼有人吃吗？可以啊，你夹过去。就没有人夹第一筷子。对，来帮我尝一下。
我很担心不好吃。你夹了我们才敢。我从来没有蒸过鱼，这是我第一次蒸鱼。 OK。腥吗？好，先拼命眨眼。太老了。我跟你说，绝了！情绪拉的好满啊，情绪拉的好满。明明这样说给老满。好满。有一说一，真的很好。快点给我们，真的很好。挺好的。我觉得一群人里面其实需要有一个这样的人去把这个第一次吃饭这种局破一破，而他们里面有好几个这样就是不太怯场的。对，挺能调动的。快点给我们传阅一下，每人夹一口。那这鱼就这么吃吧，传吧。可以，真的好吃，真的好吃。好吃，真的好吃。谢谢。哦，真的很嫩哎。是不是很嫩？太嫩了，那个鱼尾仿佛在我舌尖跳。哇！我的天，你也太浮夸了，我的天啊！全是捧哏。凡太好笑。你是不吃香菜还是爱吃香菜？不吃香菜，不吃香菜。因为我很爱吃香菜，所以我做很多菜里边就是香菜基本上不是，而且香菜基本上可能可以做到主角的位置。对。哦，哎，我也是。哦，哎，我也是。有。对，因为东北人涮火锅你涮香菜不？对，我涮香菜。对，专吃香菜，很香的。哎，对。举手插话。我提个问题，我之前看别人把那个香菜根儿，然后腌一下什么那个什么醋什么拌一拌。对，然后香菜炖牛肉，然后香菜炒牛肉，就是我把一个朋友真的他说他这辈子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菜。我想吃那个香菜根儿，我特别想吃那个香菜根儿。我记得以前有朋友就是不爱吃香菜，然后还不爱吃羊肉。然后我就觉得那个香菜炒羊肉特别好吃。你是不是讨厌那个朋友啊？幽默了。你是不是讨厌那个朋友啊？对，我想问你们，如果老年你觉得拿一个小动物形容你自己是什么？哪个小动物形容我自己？我是比熊犬。就是为什么能限定到比熊？为什么呢？啊，一个就是我爸妈在老家养的小狗是比熊，就是比熊其实是对人的情感需求是非常大的，陪伴犬。对，陪伴犬。所以比熊犬是真的需要背后有一个人陪伴它的啊。对，比熊犬。卡卡呢？我肯定是猫啊，就是我希望大家如果是互相陪伴的状态的话，就是是非常黏人、非常深度的陪伴。但是如果说一旦可能大家去干自己的事情，任何关系也好，我就希望我是专注的干自己的事情，就是不要有人来打扰我。那我们这里还有2个猫，你猜还有谁？它是猫吗？它是猫吗？是。对吧？你是猫吧？是。哦，它是猫。猫和狗反正也能处。那边还有个猫，哦，它是小狗，它是猫狗，包狗。猫狗。就是它以前是猫，后来是狗。对。是第一感觉可能这个跟猫有点像，但是实际上内心有一些跟狗的那个属性。我也是小狗。就是有脾气的狗，我也不一定是什么狗。吉娃娃吗？也不是有脾气，就是有性格的。就是我本来可能很热情，我觉得哎，你的世界可能我的世界里，我的眼睛里面都只有你。但是如果你惹我生气了，那我也会就转身走人，就不会像说完全不记仇，他也会有情绪的一点点时候。
那里面有猫群和狗群，然后你们猜他说是什么？他们这个让我们猜一下，对，稍微提示一下。可能没有人能猜得到啊，猜不到，你们估计你们猜不到。蜥蜴。我转脸看延安，蜥蜴突然被 Q。很冷门吗？很冷门。他住在一个很冷的地方，很冷。对，企鹅。猜中了，还是企鹅？还是企鹅？为什么是企鹅？为什么是企鹅？哦，企鹅，还纠正你的，超可爱。因为就没有特别想过像什么动物，然后我觉得企鹅就是他们蛮钟情的嘛。哦，哇，有深度。就是他朋友圈可能小，可是他就是对每个都比较好。小型群居，是吧？有一小坨一小坨。然后他们也是就是跟一个对象一辈子。哦。有很离奇的动物吗？有很形象化的动物。很形象化的动物。就是他跟他描述的长得很像。长得很像吗？骆驼吧。稍等。好经典哦！这个彩椒我必须给他演示一下，这彩椒应该吃草。羊驼、骆驼，我说出来你们就觉得很像。我很喜欢那个动物。真的是骆驼啊？不是骆驼。哦，不是，那只是因为骆老师姓骆，我开了一个玩笑。没叫我祥子就不错。骆驼祥子，那不是动物。你们俩的梗真的是太多了。那我来揭晓了，他说他是小熊猫。小熊为什么那里像？因为黑眼圈像。哦，这确实。然后它就是不是大大的黑眼圈，它是小小的黑眼圈。对。虽然是限定的，得看睡得好睡不好。对啊，你看呀，你就是这样的。好可爱，这个太可爱了。这个，看他的眼睛是不是和他一样？这个，我怎么觉得夏夏对俊帆？这个动物真的很可爱，这个动物真的很可爱。我超级喜欢熊猫，我天天看熊猫吃竹子。我天天看小熊猫吃苹果，一个意思。来吧，敬这冥冥之中的相遇。对，真的。来，都是缘分，很开心见到大家。来。在这个热络的时候，我就不说冷笑话了。我好喜欢他呀！结果你还是说了，让我们所有人都差点呛住。好，收拾。你们俩做饭就歇息会儿吧，好不好？没事。水比较冷，就我来洗吧。那你们垃圾帮我剥掉好不好？然后我在那边洗了，好不好？那一整锅要怎么倒掉呢？我帮你。好的，可以了。还有一个锅子。OK， 还是放这边吧。哦呦，天哪，录了这么多，乐老师。没事，不要紧。你的效率是有点高啊，这边是你已经洗完的了吗？啊，是的。我的天哪，你真是干活的好手，但那个水真的很冰啊。还行。好感人的场面啊！我觉得我们那边男生动手能力都好强。其实洗碗是一种冥想，就可以一边洗一边发呆。懂了，高度。平常没有这种体验，现在我觉得这种体验挺好。所以明天你是6点就起来了？不用，后天。 6点钟真的太早了。对，所以晚上我会10点多就睡觉了。我觉得睡还是有必要睡到，7个小时左右。对，我觉得我之前看了一个理论啊，睡眠革命。
他说一个完整的睡眠周期是1.5个小时。那本书我也看了。对，《睡眠革命》我也看过，还有一本书叫《我们为什么要睡觉》，努力的插了一句话。哦，我知道，他是一个伯克利大学的一个教授。是的，写的很好。但是你那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睡觉这个，我当时看它比较学术化，所以我可能你不是睡眠很好吗？你说呢？对。我入睡倒是挺慢的，我可能睡着了挺好的，但是我有一个经验，就是你把你的注意力放在这个眉心的这个地方，然后你就会发现你脑子短暂的就空白，太好笑了。只要它能产生空白，你闭着眼睛很快就能睡着。这也是一种冥想，就是你不要让你脑子思考，是类似的。我就get 不到那个东西怎么进入那个状态。我只是一点浅见，因为我也不专业啊，我是有看一些冥想的东西，然后想尝试的。我第一次一开始的时候觉得时间怎么这么慢，因为我开始定的是20分钟，我当时就是一脑子在想2-3分钟你就开始看手机了。我没看手机，我就在想我是不是定错了，我是不是定了1个小时或者30分钟，不可能20分钟有这么长。就强迫自己不睁眼睛的时候就开始乱想。对。这样就尴尬了吗？那我走。你来演示一下吉他吧。那是你的不？是，对吧？啊，音乐时间好棒！我带了不会乐器的人也可以玩的乐器，无弦吉他啊，就是那种。现在有弦的吉他。有弦的我不会，我去把我的无弦吉他拿下来，等我。这样我们不会乐器的小伙伴，我们就可以玩了。无弦吉他是什么？就电子的那一种，按键的或者是什么的。你是玩音乐的那种是吧？自己以前有自己的乐队。哇，哦，很酷哎，很酷哎。那所以你是担任哪一个 vocal？ 贝斯啊。贝斯啊。是，其实我有自己的谱子。有谱架吗？人肉谱架。啊，这字也很可爱，我妈呀！可爱耶。这是他的字超可爱，超可爱，各种夸。超级可爱，而且特别像那种宝藏男孩。又有一个宝藏男孩，加分了。这算是有滤镜吗？这滤镜加的呀。不像男生的字吧？没有，这个没有，就是男生女生应该怎么样的。哇，在这儿吧。来，我想玩这个。这个要连手机 app， 但是你可以用我手机连，我下了。可以。这个我想要试。哇，好酷哦！有命，我有好几首想点的。啊，你那个本里边。那要收费了，你要照主菜。可以，体验课太超值了。来吧，现在已经连上了。你想搜什么曲谱，我就能找出来。你演示一下怎么用啊？我演示一下。对。哎呀，这个其实就是欢迎来到交互曲谱。看一下啊，这个吧，梁静茹的《属于》。不能拿的，要不？好厉害！我觉得这很好，很快上手。我坚持的都值得坚持吗？我所相信的就是真的吗？哇塞，这儿可以。或许吧，或许我永远都不会见他。或许吧，或许我太天真了吧。属于我们点点滴滴的伤心，我们要各自忘记。属于我们闪闪发亮的爱情，我们在一起努力。可以了，好听！哎呀，我太久不搞了，这个其实得边看着这个曲谱自己搞，反正就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个很好，对，很好，对吧？
这个演示完了，你可以试试看。水星记，谢谢。对，让他用那个吉他，我觉得会更好一些。那你要谱吗？有，要拿着吧，放着。真的很专业。来，我帮你。你远一点能看清吗？还行。有谱架吗？哎，这个好哎。哦，谢谢我，太专业了。可以，可以了，看见吗？可以。 OK。这个感觉。着迷于你眼睛，银河有迹可循，穿过时间的缝隙，它依然真实地吸引我轨迹。做个梦给你，做个梦给你。 等到看你银色满际，等到分不清曲折更迭，才敢说成你。大家一起弹唱，是那种初见面虽然不是特别了解，但是觉得能合得来的朋友们一起做的很舒服的事情，氛围也很对。这种男生会让我觉得有点穿越了。 穿越回那种大学时代，有个男生抱着吉他畅谈啊，我当时都有点想流泪，很浪漫。对，氛围太好了。好棒！还有多久？快了。差不多了，的确快了。的确快了。 哎，咱不有影音室？可以啊，对，唱一下。哎，影音室的那边不是好像有那个嘛，有话筒，对，有话筒。但那话筒能不能用我不知道。要去干一下吗？走吧。等你拉我，吃完已经站不起来了。哎，有信息哎，有信息哎，请各位影音室集合，解锁各自的职业小片啊！走吧 ，Let's go。 啊，要公开职业了！哇，朋友们，我刚才看完到最后一幕之后，突然觉得这就是永豪同学一整个的舞台。刚才，特别是主要是有2个女孩，好像都对他有好感吧，可以说是。你看啊，如果我们捋一下，从一进小屋在阳台那个地方，其实是咔咔和永豪。对对对，而且咔咔被踩的时候说的非常明确，很吃他的盐。而且后面几次在听音乐和做菜时候的互动，你会觉得好像是咔更主动的去靠近提要求。对。然后永豪，我觉得对良田其实也表现出了一些主动的东西，是吧？很多细节。对，这种一自拍，然后那个永豪也非常就第一个反应。 他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2个人挤在一个板凳上。其实对于人和人之间来说，这种靠近，尤其初见面这种靠近，应该是有好感在，我才会允许你贴我这么近。我就是觉得没看够的是他们3个人的这种拉扯的感觉，尤其是刚才永豪还有良田和咔咔，比如他们2个一起坐在那个凳子上的时候。 然后这边那个咔咔一个人坐在那个沙发上，但是他们的注意力全部都是在那个永豪身上的，而且我觉得永豪他在这里其实是在释放魅力的，因为我也经历过，就是你可能身边的同学啊，平时是很普通的样子，但是他有一天可能大家一块出去吃宵夜，突然拿出一把吉他在弹的时候，即便光线很昏暗，但你觉得他身上是有闪光灯的，是聚焦在他身上的，良田和咔咔一定更能感觉到。我在想永豪。 他加分的那个点在什么地方？就是我觉得我喜欢男生给我兜底的感觉，就是他做饭他有一个细节，当时溅的乱七八糟的，然后他就说：“你走开，那我来吧。”喂，小弟，救命啊！山木，来吧。就他其实会做饭，但是他一开始都是让女孩先展示，他就是在最关键的时刻出现，比如说那个鱼也是最关键的时候出现，然后那个音乐也是你先弹，我先陪你弹这个，就是没有纯的只顾自己开屏，对，是顾虑到了身边这个人的感受，他优先了女孩的，然后我关键时刻补位，就这种我觉得在这个阶段是特别上大分，还挺加分的。而且他很会尊重人。
在这种细节上面就不刻意，很自然。我的初衷不是需要让你知道我在尊重你，我在帮你，我只是我先做了之后，你能够被我帮到的那很好。我们聊了这么多啊，其实就是我们对于第三方的一个观察。但是我们经常说，揭晓完职业之后，其实大家的初印象往往会因为这个职业的揭晓改观很多，对，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和转向。是的，是的。所以我们接下来赶快看一下他们的职业揭晓是什么情况。你最想了解谁的职业？你呢？我反正大家职业都挺好奇的。来了，来吧，请坐。你们谁的比较好奇？不知道他的这个职业是什么，但我感觉他应该跟我是一个圈子里的人。只是一直很好奇，我很想去多了解他，也再看看是不是有更多生活上有重叠的部分。其实我对他的一些经历比较好奇，觉得这个人会有更多的惊喜吧。我们可以先猜，可以的，可以的，可以。我现在开始思考这个世界上有什么职业了，你知道吗？就这个世界上分职。那我们从谁开始猜？可以从你那边啊。我猜是猜我还是我开始猜？就是猜你，猜我的职业是吗？哦，大家开始吧，来吧。关键要素8点半上班。我觉得是跟煮饭有相关的。什么鬼？就是美食博主或者是。但是8点半就去煮饭，好像没必要。对哦。好可爱。我觉得像幼师。我觉得老师真的像。对，幼师有点像，对。跟教学相关。大学辅导员。哦，我这么有文学气质吗？对，看起来很有爱心的感觉，很有耐心。我也觉得有老师的感觉。其实现在都是老师相关，然后是做菜相关的。我现在有点后悔了。我明白，做菜的老师嘛，你可以结合的，做菜的老师。做菜老师。我先揭晓。好的。我来揭晓。好 ，OK， 开始了。好。救命啊！大家好，我是永远真挚、永远热烈，但是有过一些人生经历的郑伟英，在国企做一个小职员。办公室文员如果说快乐是金钱的话，我可能是世界首富吧。快乐能给我带来源源不断的力量，很有感染力。想怎么介绍？叫我公主殿下。不好意思。我记住了。救命！我是一个大进大出的人，想法其实很容易跳跃，时而这样，时而那样。然后我也特别容易去遗忘一些不开心的事情。遗忘对我来说，它更像是一个褒义词。我脑海里的成就是有一个女强人的形象，就是那种雷厉风行、杀伐果断，非常明白自己要做什么。如果我能成为那样也不错。国企办公室文员我没想到，原来其实真的有人可以把快乐保留得这么纯粹，就是不一定要达到什么人生的成就才觉得快乐。反正我对那个是印象挺深的。我其实觉得挺难的一个事情是什么，就是让我做一个特别稳定的工作，我其实有点静不下心，所以我有时候很佩服这样子，因为一定说明什么，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我毕业了，下一位。你点名下一位。我点名是吗？开始接龙。那肯定是宝藏男孩，我豪哥。那我想看永豪的。
永豪。看永豪的，我也想看。我没想到是卡卡也会 cue 我说，哎，想要看我的职业，因为我跟卡卡就是今天晚上煮饭的时候才聊得比较多，所以那一刻是有点反应不过来。猜一下，猜一下永恒。他是比较自由的职业，对不对？对。摄影师。我可能跟他就是那天我们出去聊的比较多。对，我个人分析哦，他说他那个。我说现在不是很多人线上办公吗？然后他会说他喜欢面对面交流，能面对面就不打电话，能打电话就不语音不文字，容易误会。对，他说容易误会。我还是喜欢这样子语音，对，或是直接聊天，面对面。我觉得他说如果要面对面沟通，可能是老板是他自己项目的 leader。律师吗？但律师不算是自由职业。开餐厅的，对的。煮饭厉害吗？或者我想想还有什么？我等你说完，我就可以说，请看 VCR。请看 VCR。好，我看。好吧。哇哦！我叫苏永豪，可以叫我收庄。哦，餐饮。哎，你看看，漂亮。咖啡师。现在是我经营我自己的咖啡店第360天。很多人会问我对自己的现状会满意吗？对我来说，答案肯定是很满意的。我之前在香港科技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就直接成为一个土木工程师，曾经做过港珠澳大桥人工岛填海的一个项目。我当时泡在海水里面，整个人都是咸咸臭臭的，晒得很黑。哇！咖啡店老板，又是土木工程师。哦，厉害。我自己是一个很坐不住的人，也是个超级E的人。想要去尝试世界上所有未知可能性。这个跳伞就厉害了。玩一点新的体验，让我自己的人生多点色彩。我算是猜到了一点点，猜到一点点。所以你是从一个建筑设计师，然后决定去做咖啡店的老板？对。好像过上了很多人多少年以后想过的这种。对，我觉得真的很勇敢。就是就比如说他学了一个其实很复杂的东西，然后最后他决定去追求很 peace， 还是就是我很诗意的一种东西。对，那你应该是一个适应能力非常强的人。就是我很喜欢尝试新鲜事。喜不喜欢？看完他了之后，就是工程师的那一块，对我来说是觉得反差挺大的。但是后面做咖啡的那一块，我觉得其实跟他现在的状态是非常的符合的，就是一个还蛮逍遥、还蛮自洽、蛮自如的一个状态吧。又加分了。在卡卡这儿是不是？对呀。苏永豪的话，他的兴趣爱好跟我是高度重叠的，他也会喜欢户外运动啊，然后一个人旅行啊，就对这个人还是挺好奇的。夏也。好，你选择下一位。我想看。梁田。梁田的。我们不猜一下吗？哦，对，还没猜呢。来吧，你们猜一下。昨天你们俩聊天了，给点线索。他就是说，一直要
从自己家里边往上海飞，然后有待过1整个月出差，这应该是一个主管或者是自己老板的东西。好的。上市公司老板。我看起来这么他们完全不认识他们，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是一个找工作的节目。哎，我想要 offer， 能不能给我 offer？ 有没有上市公司想让我做老板？我去做一做就。你去放吧，我就不说了。我去吧。好，答案即将揭晓。人生100个心愿清单之，感受风吹来的美好。我去下一个目的地了。清单存在的意义不是实现，而是出发。我比以前认识自己认识的更深刻了。以前我自己会给自己设很多条条框框，那个时候对于自己内心的需求也没有特别明朗。人生仿佛一直很顺遂，活成了很多人羡慕的样子。我顺利考上大学，也找到了自己喜欢的工作，湖南卫视主持人。我是梁田，梁田儿。辞旧迎新又一春。哇哦，太酷了！我见他第一眼，我说啊，是那个梁田吗？还是认出来的。迎新春，江山壮丽，皆得所愿。偶然之间，我看到一句话：人生不是轨道，是旷野。于是，我勇敢地跳下那辆平稳行驶的列车，我可以随心所欲驶向任何地方。离开稳定工作并不是我生活的终点，而是我迎接全新挑战的起点。我想说，我真的很喜欢现在的自己，有种自由、勇敢、充满可能性的感觉，真的太棒了，太好看了，很大气。哇！看我们这胡颖婷的眼神里，太酷了，太酷了。看完梁田的片子之后，老实说，我没想过是这个方向的，因为我没看电视，没看电视剧，电影也很少看，所以我那个时候发现啊，原来是一个这么厉害的主持人，而且他是从一个很稳定的职业换一个另外的一个人生，我觉得跟我挺类似的。他做了一个蛮大的改变，然后我觉得他非常清楚他自己想要什么，那我觉得这是非常不错的。我以前在2012年大学毕业，到湖南卫视工作了11年。哇！然后我是去年离职的。哦，对，我就去年离职。对，去年从台里离职。那其实做出这个决定其实蛮大胆的，因为你的平台很好。对，那是我觉得那对于我来说那是天花板了。到那个位置是很多人都很羡慕的位置，很羡慕的位置。因为这样，所以他这个才更难大胆。对，真的很大胆。这个时候采访一下，就是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呢？没有契机，我觉得也是一段时间，就是我自己一直在思考，在纠结。自己觉得我好像想要更多可能性了，就是我在我这个单向行驶的轨道上面，也不是说一眼望到头吧，我就是觉得我好像被困住了，然后上不去了或怎么样的。就有一种我想试试别的，因为人生就是来体验的。然后我离开非常稳定的地方，然后去拥抱很多未知。我想靠自己的双脚走出我自己的那条轨道，而不是在别人搭设好的既定的轨道里。哇！我们下一位想看谁呢？你只能选男的。对，你别看我。选男的。
猜允婷吧。模特，设计师，有可能是模特兼设计师。模特只是很少块，模特可能是一个业务，对。一定有模特。请看 VCR。我叫胡允婷，英文名字是 Callum。从小到大，我觉得我跟水有着特别的缘分。生活过的每一个地方，香港、日本、英国、台湾，不管我搬到哪里，只要能待在水边，我就觉得特别的治愈。我觉得我的个性也有点像水。哇，这个镜头哦，水是柔和包容的，它会根据容器的形状而改变自己。我也有点这样，总是会适应周边的环境，还有别人的期待，按照常规的路径完成了自己的学业，从大学到硕士一路读了下来。之后也非常的幸运找到了一份大企业的 HR 工作。啊！你这 HR 也太帅了啊 ！HR 这么帅的话，递那简历的人就更多。每天做着差不多的事情，走到办公室里，我总会问自己：难道我这辈子都要看着一样的这4面墙 ？Stop！ 水其实也是可以很多变的。我决定为自己平静的生活制造一些风浪。我的妈呀，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绝了！哇，这个太高级了，这个。我搬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开始了一份全新的工作。被我们猜中了，这不是模特谁信呐？这谁信？绝了！通过打排球认识了很多跟我兴趣相似的朋友，让我可以更快的熟悉上。虽然年近半熟，但我觉得还有许多的心愿和挑战等着我去完成。我的妈呀！都被你们猜中了。这个职业已经刻在身上了，太适合了。但是他是真是 HR 的这个事儿让我很吃惊的。允婷算是我们当中比较不太主动表达的人，就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公司里最不可能做的就是 HR， 有反差。是你 HR 做了多长时间 ？HR 的工作就是做了2年半多，后来感觉之前的工作非常的规律，所以就想说大胆的去换这个跑道试试看。然后刚好在这个时机点就遇到了就模特这个机会，我蛮感谢，就是家人还有老板们都是蛮支持我的，我觉得这很好。好，那下一个就夏夏。好，那你们先猜吧。哇，太难了，夏夏好难猜哦。我觉得他是写文字或者是拍摄的，会一直去旅游，旅游博主。可旅游，我觉得可能旅游博主如果长时间在外面的话，就是你很难免风吹日晒，那你皮肤真的很好。对。哎，我做了8年工地也晒不到多黑了。哦，对哦，你好跳跃。我就觉得是旅游博主，就这么定了，我是这么想的。就这个，没有别的了。你像设计师什么的，你有这个转变吗？你有转变？我的转变可能是最大的。最大的。原来是医护人员变成 DJ， 什么？哎，不是，那没有。哦，好难猜。嗨，我是夏梦婷。
这是我第5次搬家了，这次我选择了昆明。旅居。很多人说我这样的旅居生活太不稳定，但我觉得心安即是归处。我的工作是室内设计运营，主要负责客户的维护和工作室的统筹工作。室内设计运营，你怎么猜到的？因为感觉他就是穿衣服什么，他是有色彩和搭配的。平常喜欢画画、倒腾组装 DIY、逛公园、户外运动，专注每一口呼吸和脚底下的每一步。徒步就是陪自己好好走一段路。花会沿路盛开，以后的路也是。我觉得人生不设限吧，如果你做出坚定的选择，非常勇敢地走出那一步，我相信是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生活的答案的。好酷！恰恰他很有勇气，他主动出击，主动去选择他想要的东西，并且得到了他想要的那种快乐，这种状态，我觉得很棒，很羡慕，那是我身上没有的东西。夏夏打破自己的常规，他其实把我的生活的梦想的一个样子给活了一遍，所以这个点其实是我当时非常非常羡艳的一个过程。很欣赏他做出这样的改变，希望说自己以后可以找到生活中这样的平衡。所以他现在就是旅行各地，然后旅居，那怎么赚钱啊？他可以线上工作。我其实就是归零了，然后就是选择了一个自己觉得更舒适的生活方式吧，就是很洒脱的感觉。是啊。就是总要舍弃一些什么才能得到一些什么，有舍才有得嘛。对。到了30多岁这个年纪，你已经积攒了一些东西了，你手里已经有一些东西了，然后你去抛掉，再去选择一些新的，这个就是需要很大勇气。对，是啊，真的好酷啊！这每个人的生活好酷啊。对，生活的不同活法。他们好勇敢啊！哎，他们都很像哎。对，就是一个主题，不走那轨道，要走旷野。对，太有魅力了，这就是30+的魅力，我觉得。夏夏选谁啊？我生活没什么特别大的。猜一下，我们俩是一个学校的。我猜你应该是我师弟。师姐，啊，那就肯定是传媒行业相关的了。是在镜头前还是镜头后的？台前台后都做。我觉得广告吧。广告，因为后面可以做规划，也可以在前面拍。啊，有道理啊。有道理。去吧。好。师弟，快去吧。好的，师姐。真的假的？我好好奇啊。嗨，我是骆俊帆，今年30岁。起床之后的空闲时间呢，我一般会读书。读书对我来说，一开始是非常功利性的，但慢慢的呢，其实这个行为就变成一种习惯。哇塞！然后另外一个爱好呢，就是收藏手办了啊。没事的时候呢，其实我经常会看一下我的这些老伙计们，他们每一个收藏的都有自己的小故事。海贼王啊，对我超爱，好羡慕哦。原来会说到你小的时候欠下的债，你长大之后总要还，这些就是我来还我小时候的债。我是一名主播，同时也是一个主播的培训师。主播工作占了我生活当中的80%-90%的时间，所以工作是我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我的负担。其实我生活很像是一个围城，
生活的日程几乎被工作全部填满。这时候我开始思考，拿时间换钱，这就是我要的人生吗？未来我期待能找到关于生活、工作和爱情的全新答案。主播，怪不得昨天你说那个，就是你很多时候都已经不想再说话了。那确实，主播的这个开口这个说话的时间很长。是的。哦，说太多了。最长的一次应该是连续播14个点儿，然后平均我们短的就是6个点打底，7个点是正常。然后因为我除了要播还要上课，一天11个小时，就这么不停的说，是一个家常便饭。但这是个新兴行业，特别卷，就特别卷。所以你只能不停的工作。是的。所以就是我很羡艳你们的生活，你们的生活就是我觉得特别棒的，但这个圈子我暂时跳不出去。对，大概就这样。我理解。你们其实都有一个重大变化，但我可能有好几个重大变化，就是职业我基本上就是换了很多。哦，他也换了很多，好厉害。开始跟我朋友开一家餐吧，然后呢，大概也是运营1年吧，反正就失败了。然后这个时候就回到杭州做这个艺考培训，然后再接下来就开始做这个主播。但这个职业我是不是那么的喜欢的？但是我可以说句实在话，干这个的本质原因就是为了钱。那时候其实你原来在北京去追逐梦想的时候，我觉得是浪费了很多时间。这是我25、26岁的时候我25、26岁才第一次找工作，然后就想要把这事情做好。所以现在这些东西其实本质上是为了给自己、给父母一个交代。然后等到我觉得32、33之后，就可以过自己的人生了。大概这是我的想法。呀，他怎么心疼了？我觉得他可能给职场这边压力给到太大了，然后需要一些多一点的喘息的机会吧。那只剩我了，女孩。我也很期待。对。我到底干嘛的？我反正肯定是职场的这种，我会觉得他工作很稳定而已。我已经变完了。变完了。对。你也变了。对，我是反差感很大。很大的。我觉得他才像 HR。是吗？对呀。我觉得他应该还是做业务的。要不就直接看吧，直接看吧。期待住了。我是任嘉碧，今年32岁。目前是在一家私募基金从事2级市场投资研究，是一名研究员。哇塞！我是一个喜欢不断学习、不断探索的一个人。对于很多人来说，30而立，但我却在30岁选择了转行，离开了北京，来到上海，从文化传媒行业转型到金融行业。他也是转行。很难，这个很难，这个事情超难。太牛了！我大概是在25、26岁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想法了，然后大概在27、28的时候开始着手做一些准备。转型的过程中可能会经历一个非常漫长、迷茫的等待期。但是等这个机会出现的时候，我一下子抓住了它。金融它打开了我对世界的一个认知，生活它其实是一场勇敢者的游戏。
因为你的勇敢，你会收获到很多意想不到的东西。所以我仍然会坚持去勇敢冲击更多我想要的东西。很棒。好帅啊！不是，我觉得你特别厉害的在于你完全转了。我个人觉得对，因为专业性的东西很强，靠自学。对，确实有一段时间就是学到我现在的包里都有速效救心丸。哇，当然我不是说这是个好事，但是有一段时间就学到真的超级累。因为你刚刚就是小片里面那个你说这个过程是怎么样，我一下子觉得这个女孩好怎么说呢，好坚韧，就是我定的目标我一定要完成，因为相当于你是从零开始学，就我觉得真是个狠人儿，我觉得就是人狠话不多，运气也好，我运气比较好。是你自己特别喜欢这个东西吗？对，他们一开始问我为什么转行，我说其实一开始转行，其实当然这个2级的金融市场这个光环肯定在，但是我真的进入这个行业了之后，我发现这个光环其实真的是次要的。我跟很多人打交道，上到董事长，可能下到他工厂里的工人，就是我都会接触很多不同的人，然后你看每一个人在自己的行业上就是在认真努力，他是在为他自己认真努力，但是你就感觉就是真的是所有的这些人共同推进着我们这个社会往前走，就那种是一种就是你看到你就会起鸡皮疙瘩的场景，就是有一个视角是更宝贵的。其实能提炼出来很多这个底层的一些逻辑，对的，真的就是你看世界就更清晰了。哭了，我只是觉得大家都好棒。你是感动的，感动落泪了。我们所有的人。对，我觉得真的有个。对我们现在女性的力量，就是温柔有力量的感觉，是不是？这个戏真的是太好看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要努力到吃速效救心丸的地步，然后可以回头来风轻云淡的说自己这只是运气好，这个真的是经历完了之后才能这么说的。我觉得他第一天看起来比较斯文，可能甚至是害羞的。可是今天看起来他完全没有，他非常的稳重，非常有条理，非常清楚他自己想要什么，然后感觉说他只要有设定什么样的目标，他就一定会让自己达到。非常欣赏他这一点。厉害，超级棒！有你这份热爱，做什么做不成？说得好，爱了，真的太有力量了。好了，那我 Q 我们现在最后一位压轴出场。哇！我觉得他是事业型的男生，也像，就是一看就比较严谨的职业。对，医生，像吗？都是。分析师都是。想不出，你放吧。放吧。来吧，来吧。拭目以待。我叫张晨曦，今年40岁，是一个计算机科学博士。哎，帅的呀！研究的领域是人工智能和视觉计算。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博士毕业于美国肯塔基大学。学术，挺帅的，听着就好难，听取蛙声一片。在新加坡、美国、瑞士3个国家有过11年的留学加工作经历。在我研究的领域，很多可量化、可度量、可计算的东西都是冰冷。但是我的工作带给我的性格和精神层面的影响，不是冰冷，
更多是一种严谨、细心、具有逻辑性。作为 AI 的使用者，只要我们不冰冷，我们就能够把它用的有温度。我觉得我给人的第一印象，外在的感觉和内在的性格里有蛮大的反差的。我的外在其实更多是给人一种有一定的距离感。但实际上我的内心里还是一个很有温度的人，因为我的家庭是一个非常温暖的家庭。在我30几岁的时候，我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里面的内容是我父母用磁带记录下我成长的各种瞬间。我始终相信人与人之间的温度是在传递的，而我也愿意把这个温度不仅带给身边的朋友，还带给我喜欢的人。30岁的我在海外漂泊，40岁的我希望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离家人近一点，也想有个人能够携手相伴，一起经营好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我，张晨曦。我希望一直做一个有温度的人。哇！给一个强烈鼓掌，强烈的鼓掌！你看看，共鸣开始了。肃然起敬，要拜，要拜！太厉害！职业一公布，真的不一样了。对。刚才你们每个人都有一个蜕变，你不需要了。然后呢，在我这个最后播之前，我都担心我是不是有点拖后腿，没有完全的蜕变。不，我觉得蜕变的话是始终还是对自己的生活里面有不满，但是我觉得你能在同一个道路里面不停的坚持，这个事情其实是很难的。其实我读书读的时间很久，毕业了就30岁了，挺焦虑的。我的同龄人已经起步了嘛，并且在事业上有一定的这个起色了。我呢，那时候还处在一个很未知的状态。读博士挺煎熬的，因为你在做一些东西，可能是别人没做出来的，你做才有意义。然后你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做出来。然后你做了几年，可能做着发现走不通了，你可能就得换一个 topic。所以说，带给人的那种心理上的那种风险和未知的感觉特别大。那时候30岁，然后我算是在黎明前的黑暗吧。然后我父母其实那个时候给我写过一封信，就那封信其实对我的触动特别大。我爸妈跟我分享了一下他们对这个30而立的解读，就是他们觉得30而立其实不在于你有多少财富，而是在于你的精神层面，你的心灵上是不是非常的独立？是的。你是不是已经能够承担起你应该承担的这些责任？你是不是对于你的未来已经有了一些理想和一些规划？如果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们觉得我经过了这么多年海外的留学生活，都是一个人这么熬过来的，并且马上就要完成这么大一件事情，他们认为我完全是配得上30而立的。所以那个时候这样的一个信给了我特别大的一个精神的力量。你看他父母会给他记录小时候那种录像，就很有爱的一家啊，那父母可真好。然后我就博士就毕业了，跟很多我的这个同行比，我觉得我还远远不够优秀，因为我周边那个优秀的人真的是太多了，尤其是像这种 AI 行业、高科技行业，人才真的是很扎堆儿，所以我一直从小到大的压力都特别大。然后我在硅谷工作了几年，做的是图像处理方面的一些研发，跟女生的这个很相关，是做很多美颜的这种技术，我都做过。后来回国以后，我换了一个 AI 的赛道，我是去做了几年自动驾驶。是我做过的最难做的技术项目，也确实是取得了一些成就。
直到最近这1-2年，其实我反倒是越来越清楚自己有什么样的性格特点吧，然后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希望我的人生不只做一件事情，我希望我堆叠起来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技能，每一样我都以最高的标准来逼自己。好棒啊！我觉得大家都在各自的领域清醒又闪闪发光。就是我发现，不管我们说是什么领域的，是什么职业、什么行业，就是大家在这个年纪，我一直想说，就是工作它不是生活的全部。就大家或多或少做的这个改变，可能也意识到了，就是我最重要的是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对。然后大家做的改变是基于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反推我要这个生活的话，我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职业。对，而且大家都是在到这个半熟的这个年龄段了，才真正的想明白自己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对，我觉得大家可能的转变多多少少来自于清楚了我到底想要什么，或者我不想要什么。但是多数人在这个年龄段是没有勇气去做很大的转变的，然后我们感觉好像冥冥之中被聚到了一起，都是好棒。是的，看了大家的片之后，其实我有小焦虑一下，我觉得大家都好棒，就是会有一种，我好像30多岁了，然后我的人生经历还比较单薄，大家都是有一种很高质的感觉，然后可能我像个空心人一样，我就是天天傻乐。说实话，我就是没有勇气做转变的那个人。但是你很快乐啊，你快乐就够了。我觉得你是最快乐的一个人。我们只是追求快乐，换一种方式而已。就是我可能是想的最少的那个人，因为我很贪恋现在有的所有的东西，所以我会觉得你们有勇气去放下你们有过的东西，是一件非常有勇气的事情。我没有办法想我现在身边的这一切，所有给我安排好的人生，我要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才有可能去突破它，或者是在我连这个把抓手都没有。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每个人都一定需要这一个阶段。比如说你真的人生你一开始就走在了应该走的路上，就我明白你说的，只要你去享受当下，你觉得舒服就好。我们只是在不停的折腾。对，因为你的快乐是知足，但很多时候快乐约等于欲望。很多人他其实很痛苦的原因就是他不会管理自己的欲望。其实我有时候就是这样子，想要的东西非常非常多，欲望很大的时候，反而你会非常非常的痛苦，因为有些东西你舍不掉，但你还想要更多，这个事情其实是很痛苦的。Get your shopping on at the mall, max your credit cards, you don't have to choose, buy it all. 就是一下子感受到了8种人生，就是很非常美妙，对，就是很奇妙的体验，对的。对，哎，现在就差点小麦果汁儿。就是都是五颜六色的，是五颜六色。我以为自己的经历很独特了，但我发现每个人都是独特的、独一无二的，并且勇敢的。就感叹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勇敢的人、优秀的人、美好的人，而大家年纪还差不多，是吧？还有可能收获一份爱情吗？附加。这一趴讨论质量好高啊，冲击太大了。哇塞，第一集就话题高度就已经到这里了吗？但是我觉得抛开话题，就是反正给我个人感受最大的是，这些人虽然初见，但是非常真诚。比如说骆俊帆刚才讲的那一番关于欲望的这一段话，我觉得无比真诚。就有的时候不见得是，比如我们的愿景或者什么，那是非常好听的，那可能它包裹的无非就是我们真实的欲望，我们想要更多的钱，我们想要更有名，我们想要怎么样之类的。然后那个东西会在推着我们停不下来的同时，会带给我们内心很多那种黑暗的、负面的、压力的东西。我觉得他把这个话能说给卡卡听，是在那个环境里面抚慰了卡卡，就是没有关系的。这些大家从 VCR 和短片里面呈现这些多姿多彩的背后，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你完全没有必要说，因为有这些模板，我要去照写一个什么。对。而
而且所有那些经历，其实他们也在追求的就是突破之后内心当中找到真正的快乐。那他一开始起点的时候，他就是快乐了嘛。所以如果你就没有必要说非要去按这个路走一圈，然后再找到。对，卡卡很幸运啊，他一开始就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是也可以是，就是我突然发现说，原来我还可以改变。那你如果自己愿意尝试改变，身边这群朋友也会告诉你会有什么样的方向、角度，会起码他现在这个阶段是很享受的。这也是一种能力。是啊，对，人生模式都是个性化的。对，人生和人生之间没有可比性，说哪一种更精彩或者哪一种更好，没有这个比较。其实我们都是在找让自己最舒适的生活。如果卡卡觉得这个生活是他最舒适的，就可以了。人生它其实是由一个个量变构成的，很多时候我们要提高我们的量变忍耐值，欣赏量变过程当中的那个体验，而不是说我怎么才是快乐呢？我得看到质变发生我才快乐。那么每一次量变发生，我们就能够感到快乐，那我们的快乐就会源源不断。然后刚才其实晨曦讲到一点，就是爸爸妈妈给他一封信，他的父母给他记录小的时候的片段，在长大的时候寄给他，应该就是父母特别关注孩子的成长。就他的这个家庭结合上他的谈吐，会让我觉得，这个就是父母对孩子的这种支持，在关键时刻真的是起非常非常大的支持的作用。那我非常认可他爸爸妈妈说的，就是你只要这个时候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有个非常完整独立的人格，然后有你能够完全可以承担的责任，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太好了，真的太有力量了。对，所谓的30而立，根本不是说你那时候就一定要有很多的财富，或者说那个年纪一定要成家。现在我身边很多朋友读完书，真的研究生、博士读完，都已经快30岁了。这个时候你就要要求他，就马上就要有一个事业，然后有一个家庭，我觉得是非常严苛的要求。但他的父母是这样的一种教育方式，我觉得好羡慕，而且我觉得好适合，就是推荐给所有的父母。真的是这样，这个时候给孩子、给年轻的力量真的是非常足，底气是非常非常足的。很多他们就我认为这个对你好，但是还是尊重孩子自我实现的方式吧。这个需要父母对人生有很透彻的了解。他不认为人生是就像我们讲爱情有时钟一样，那么人生也有很多人认为有时钟。我觉得30岁有困惑，其实是被这个我们社会的时钟给绑架了。30而立这个概念对我们的捆绑很大，但它是不科学的。人生的节奏它是不一样的，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按照同样的节奏去安排自己的人生呢？这是很刻板的。以前我曾经做过一个演讲，就是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花在同一天开放，因为这个是太不照顾我们每个人个性化的特点了。所以呢，我们要懂得摆脱这样的社会时钟，能够走出自己的一个人生节奏来就可以了。对，是的。在线炖一个饭搭子，好香啊！好想吃蹭饭。你家小红这么可爱呀！哇，小猫贴贴。一起玩耍，一起八卦，一起同框。上搜 APP， 遇见懂你的养剧灵魂。好渴，我要出去喝水了。我也想去喝个水。所以明天可以看电影吗？可以吧？明天应该可以了吧？哦，我都忘了，谢谢你。你们孩子给落了。哇，我对你的这个学历真的很意外。真的吗？很意外。你看看，追着聊了吧？是的，喜欢他的职业，加分了。哇 ，AI 啊！我的天哪 ，AI！我是那个里面不好好学习的那个。离谱。但我昨天大概有点感觉到你可能是做金融相关的，因为我感觉你有点那个劲儿。那个劲儿？什么劲儿？他说他感觉到我可能是金融行业的，他说那个劲儿。那我是真没想到，那个劲儿。那个劲儿，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玩了，这出乎意料的好玩。你自己一个人在那玩，你怎么这么搞笑啊？晨曦陪他玩一下。哎呦，他也太可怜了。就我们2个人操作有点困难。对。整理自己那边乌龙，这都将修上。啊，有消息啊！真心时刻，8位嘉宾使用 Soul APP 开启今日的 Soul 真心时刻，上 Soul 发布瞬间啊，来了。这个发得说点啥呢？好，突然间就进入到一个对自己高要求的阶段。今天接触下来，感觉这种意外的惊喜特别多，很愿意跟他深入的了解一下。我能感受到他其实有在照顾到大家的情绪。我觉得他还是一个感知能力很强的人。他整个人是比较温和、比较好相处的，所以明天你过去之后就别回来了吧。因为就没有特别想过这样子走，然后我觉得气了，所以我特别迫切的想要了解他。都发完了，发完了。好，这个环节我最喜欢。今年这一季呢，我们每一期依然是和往年相同的，每天都有一个表达心意的 Soul 真心时刻。番薯小屋的每一个人呢，在 Soul APP 上发一条瞬间，这条瞬间的对象呢，是你今天想要表达心意的那个异性。在8个人全部发完之后呢，每个人有一次机会去查看自己心仪对象的瞬间。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分开预测谁去看了谁的瞬间。我们是个人战，答题完了之后呢，依次亮题板，并且说明自己的理由，然后答对最多的呢，就可以挂上我们的爱情小锁。好，全球美妆健康好物，微信搜屈臣氏小程序，快至30分钟到手，请看屈臣氏真心推理时刻。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职业出来以后的变数考虑进去。对，这个变数应该很大，是非常大，有点乱。鸦雀无声，看出我们的求胜欲了吗？为了挂锁，我们根本不会跟旁边的人交流。我告诉你，胜负欲很强啊，属于是。我们先搞几个共识的吧。胡允婷，大家觉得是给谁的？梁田。苏永豪。梁田。然后梁田的话就是苏永豪，他们俩互相的。同意。梁田跟苏永豪互选。是的。张晨曦。窝窝，这也没有问题。好。窝姐。凡凡。窝。这个凡凡为什么看窝窝？他有个细节，他那个大家在一起的时候，他问了窝窝上班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显性的。我觉得帆帆应该去看那个咔咔，有可能。帆帆要看咔咔。对，老师，我给你们要不一样。好的。我觉得杜老师就是单独保留一个帆帆看咔咔。对。好，女生，窝窝，我选的张晨曦。我也选的张晨曦，我也选张晨曦。因为我觉得那个职业小片公布了之后，它本身的那种精神属性比较认可，然后又加分了。我觉得窝窝跟对晨曦没有那种感觉，然后窝窝的话就是我写了个胡允婷，因为我觉得我这没有人看他。然后咔咔的话是苏永豪，同意。对，我也是。我觉得是咔咔应该会去看张晨曦。哇，很棒，非常个性。
然后呢，那个夏夏我给的是凡凡，对我们一模一样。对，因为他是个 I 人，然后但是呢，他夸那个凡凡熊猫眼的时候，那个表情出现了他在目前第1集里最嗨的一个表情。你看他的熊猫眼就嗨到一个不行，变很 E。我选的是苏永豪，但我听到他说小熊猫那个，我有点后悔。小熊猫太明显了，我觉得。确实是，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夏夏，我想把它改去看张晨曦。啊？哇，这个就是我的逻辑是晨曦是最后一个公布的嘛，然后但是就包括我们刚才讨论，其实晨曦他自己的表达也好，我觉得是会引起一些波澜的。哦，万一对了呢？是有可能加分的，对，有可能。我改一下，多点可能性。是的，是的。上 Soul APP 遇见懂你的有趣灵魂，接下来进入 Soul 真心揭晓时刻。谁先？做饭先嘛，今天你们辛苦啊。女士优先。又是我，好吧。咱就说，咱迈着大步，大步走。他要看谁呢？耶，我看的是苏永浩的，他的经历，然后包括他现在开咖啡厅的这种状态，然后包括他也会弹琴啊，就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加分项了。苏永浩发的是秋千的照片，但是我们完全没有那个场景，所以你看到他发的肯定不是你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小失落，但是咱就说也正常啊，对，也就没啥。我看了这么快，女生先吧。心态好，他真的很乐观哈。去吧，走，配个 BGM。哦，真的有，哇塞！第一声出来，我以为是。我也以为，不好意思。可爱的。良田看谁？看这么久，要看那么久吗？良田冷静，良田。我看了永豪瞬间，我就是觉得，就是你的那些小细节被人关注到和被照顾到了，我觉得这个人很细心。哦，你一下子帮我拿到了最重要的东西。来一个。他发的，我觉得是对 everyone 发的。那个秋千，我们应该没有共同打卡过，所以也有可能是给别人发的。Oh my god！ 啊，也不是发给良田的哦。卡卡的印象不错的，因为她是一个很大大咧咧的那种女生。良田比较爽快，比较随性，然后我觉得跟她相处应该会挺舒服。选的是良田。哇哦！然后想要去接触的话，会是良田，我猜应该是发给我的，因为他拍的那个是他那个
吉他，然后再帮他默默的收拾。我都忘了，谢谢你。你们孩子给落了。没事，守护神在。这种真的也很加分哎。我那个瞬间就是想要发给良田的，因为我没有想过跟他那个人生轨迹是很像，想要再多跟他去聊聊。人生轨迹类似，肯定是良田。他是看谁来着？卡卡，比较斯文。我是稳重成熟的。夏夏就是蛮细心的。良田，他是非常活泼。看来。我目前会觉得良田是我最想要多认识的女生，就是我觉得我是比较慢熟的，在进入新的环境的时候会先多观察。然后她第一天坐在离我最远的地方，所以我们一起讨论的机会不多。可是今天来小屋看到她互动下来，会觉得说她非常健谈，蛮幽默的。其实你看那空调又坏了。你怎么会知道？其实我是那个技修学校毕业的，学那个机械维修的这种。哇哦！为什么是企鹅？企鹅，超可爱。然后，其实我的自己的 MBTI 也是 INFP， 然后他也是。我是 INFP， 我是小蝴蝶。真的假的？我也是。会希望说之后有更多的机会跟他去认识。I guarantee, just wait and see. 每个人的反应都有趣。我看谁？真是看晨曦。其实我昨天在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当时跟我可能有点不在一个信号频道上边，我就没有跟他有眼神上的交流。但是其实我一直说，我可能最关注的就是一个人他的整个的成长历程。今天的这个小片看过了之后，我觉得他比我的想象，他的想法要丰富一些。我觉得他是目前最在我的点上，最在我的最在，就喜欢这种，想要去了解一下这个 AI。职业公布以后，一下就变了。当时看完我是有点懵。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这是对你说的吗？这傻丫头，啊，这么纠结吗？没有，我本来没反应过来。我猜他应该能够 get 到这个是说的是他吧，因为我跟他那个后来有交流过，我说你身上有一股那个劲儿，我就感觉你有可能是从事金融行业的。Cause all I want is you. It takes two. 我今天查看的也是我，毫无悬念。他跟我确实是很多地方还是挺像的，也比较容易理解对方的一些东西。Answer me right now. Just dance with you
所以我选择了他。他俩是可以对上的。哎呦，这个默契。他俩目前看来是灵魂深处上的吸引啊。凡凡看谁啊？我良田，我会觉得这个人古灵精怪的。夏夏其实跟我想的大概是比较相似的，比较有气质的。凡凡啊，我，当时洗碗过程当中有一段时间很孤独，但是我在我旁边跟我聊，在聊那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会觉得非常的舒适。好感人的场面哦！我觉得我们这里边男生动手能力都好强，因为不会做饭，只能洗碗。另外就是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会共同看一本书叫《睡眠革命》。睡眠革命。对，我那本书我也看了。啊。所以我觉得我们是有很多共鸣的，让我对他好感噌一下就起来了。但是他那一串我就完全不明确是什么意思。你是看到什么了？突然不认识字了。所以我就当时会有很疑惑的表情吧，但其实不是失落，因为我觉得可能刚开始认识还没到那么深的程度。就是刚刚开始，疑惑了，大家的表情都很耐人寻味。他隐约感觉到不是给自己的了。对。他都没事。我大概有2个想要去更多了解的男生。俊帆的话，我会觉得他是一个比较温柔体贴的男生。苏永豪的话，他的兴趣爱好跟我是高度重叠的。然后他们2个，我当时很纠结，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选，所以。谁？哟，紧张了。凡凡，小熊猫，朋友们，那个小熊猫。我就选了俊帆，因为我们今天互动比较多。你这个动物真的很可爱。我超级喜欢熊猫，我天天看熊猫吃竹子。我天天看小熊猫吃苹果，一个意思。这种相处会让我觉得很舒服吧。他发的内容是谢谢你让洗碗变得不那么无聊，可能就是某一个他在洗碗的时候陪在旁边的女生吧，但我不是。哇塞啊！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hold me in your 突然就变得很深思了。 baby, squeeze me oh so tight. 对，整个气氛就拉回来了。对。 That you love me too. 累了？太困了。因为太累了是吧？走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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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的，第一天事儿挺多的了，可以休息了。哎呦，哎呦，哎呀，好累啊！终于可以放松一下了。哎，让我上一下 Soul APP 的群聊派对看看。深夜 KTV 晚安派对。
累了听听歌，感觉听一会儿我就能睡着了。有啊，约会啊，专属爱心早餐。什么？哦。哦。哦。做早餐这个事情简直是晴天霹雳，你知道吗？啪嚓一下，哦，怎么要做早餐了？其实来之前啊，我就想过一个事儿，我说我一定不要起来给女嘉宾做早餐，我说那样太刻意了。但是你知道的，我个人是比较要强的，所以有那么一点点那种雄劲的感觉就起来了，就想先练习一下，看看自己会做什么。他又雄劲了，就伴着这打蛋的声音吗？我们一收到这个任务的时候，大家都懵住了，都不知道可以做什么，就刷了一下网上，看有什么。可不可以找到什么样的灵感？没有灵感。一根筷子打蛋，我决定要切着切，反正就先动起来吧，练练刀工，想想灵感。感觉我做的菜都是要冷放，就不能是热的，因为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来吃。因为我自己本身确实不是那么擅长做这个事情，而且我从来也不会给自己做早餐，我应该是竞争不过他们几个。我都不知道我能练什么。苏永豪这几声嘿嘿实在是有点太得意了。那三个绞尽脑汁，这个在这儿，哎呀，吃点零食。豪哥主要太稳了。我已经饿了，我要不帮你炒一个？咱去点了。炒个饭不用50分钟啊？要不要？可以。真的忍不住会多看几眼，这瞬间压力好大。天啊！是真的不会做饭的，香啊！哇，真的好香啊！香啊！做什么？怎么办啊？我也没有，我也是。你平时自己做吗？应该不做吧？很少。我自己都是做，比如说冲麦片啊，那个牛奶什么，然后这个煮个鸡蛋，我那煮饺子。不是煮个面，你们也可以煮个面，煮个牛肉面。牛肉怎么？我感觉是很难。完了。难了，太难了。哎呦，香啊！牛肉面你得先把牛肉做来，是不是？老胡还得先养牛，太累了。老苏很会做饭，很会做饭。我觉得老张很会做饭，但是老张好像不太会做饭。我也很久没有做过饭了，万一我做的不好吃，万一把肚子吃坏了，那该怎么办？特别有一种负担。太搞笑了！一个早饭做的，真的硝烟味儿、火药味儿十足，而且现在还是晚上就开始做早，你这点太好笑了，这太好笑，太香了。我本来还期待说明天谁跟谁约会，我突然好期待明天他们做的早饭能长成什么样。挂锁吧你们，小锁儿。恭喜全家！恭喜！易阳来挂，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快乐的挂锁声音。太快乐了，太快乐了，我懂。太快乐了。哦，这样是吧？对，挂在你的名上。易阳，麻烦你帮我也挂一下吧。易阳老师，你也帮我挂一下吧。对，其他的老师没有了是吧？是的。
宝宝，你们希望明天约会的对象都有谁？想看哪几对的约会？我想看永豪和梁田，我也想看，还有晨曦和那个窝窝。哎，我也想看。我想看允婷，允婷和梁田，随便跟谁。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很可爱，为什么女生对他没有兴趣啊？就是很呆萌，很可爱。人多的时候他话会很少，但是两个人一起相处的时候，我觉得会有更多可爱的面，或者是有魅力的面会激发出来嘛。如果是我的话，我会特别想去了解。其实是有的，他的那个魅力。所以我也比较好奇，夏夏后面有没有换到永豪，因为今天他纠结了嘛，这两个人，对，他其实是职业公布之后他是有动摇的，对。而且我们一定要告诉大家，就是这只是第一天的碰面，第一天入住小屋，第一天的一个晚餐，他们之间其实并没有锁死。而且我觉得作为半熟恋人，我们始终是鼓励大家能够更多的去接触，获得更多的信息，然后再来慢慢的确定自己的心意。感情就在路上，一切不用那么着急。灵魂有趣，自在相遇。本节目由年轻人都在玩的 Soul APP 独家冠名播出。全球美妆健康好物，上屈臣氏小程序。感谢健康的美，美的健康的屈臣氏联合赞助播出。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的早晨约会吧，拜拜。